比赛会场的女更衣室里，方小莹正一脸气鼓鼓地抱怨着：“哼，唐老大真是的，一下子把比赛提前结束了，害我们都没机会上场玩。还有，这次的赛程竟然把我们跟去年垫底的队伍分在一组，分明是看不起我们。”我倒觉得唐社长的做法是对的，尽快结束战斗，可以让我们保持实力，迎战后面的强队。小莹，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后面的比赛上吧。拜托，依照我的实力，能当我的对手的，至少也是3大实战派的学生吧？那你可不走运了，3大实战派名校囊括了去年前3甲，前2名不用参加小组赛，唯一参加小组赛的华武也在金门赛区。华武大学，林景行就是华武大修道社的社长吧？比起华武，我更想和金门的霍三山较量。你是说那个打遍金门各大修道武馆的霍三山吗？华武大学实力很强，我们也许会在半决赛碰面。要是让他知道我和唐明的关系……晶晶姐，我们该去洗澡了哟。小莹突然从后面冒出来，把正在走神的王晶晶紧紧抱住。小莹，你干什么？手感真不错，唐老大一定会喜欢。小莹，你快放手！我才不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减期护体。不公平，不公平！每次都是晶晶姐欺负我，太不公平了。果然还是洗澡舒服，一下子就能让人清醒过来。我与唐明已经私定终身，无论如何也要将家族婚约取消，哪怕让我离开王家，我也绝不后悔。只要能跟唐明在一起，等还是校比过后再跟唐明商量吧。突然间，轰然一声巨响，紧随着是强烈震动，让王晶晶差点站不稳。紧随着，红色的警报灯发出尖锐的响声。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吗？好像是会场里面传来的。社长还在那边观察，我们快换上衣服过去看看。还没等他们跑出去，王晶晶手机忽然震动起来，连接通讯后弹出唐明的投影。你们都没事吧？会场这边信号干扰很严重，估计很快就会被切断。我们没事，你怎么样？刚才的震动是怎么回事？刚刚会场受到不明敌人的袭击，你们千万不要出来，这是社长的命令，都听清楚了没有？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人身处危险中。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唐明，最后，我提醒一句啊，以后接电话记得先穿好衣服。唐明，你怎么不早说啊？唐大哥太坏了，都被你看光了。就算是社长，我也太丢人了。此时，原本热闹的比赛会场上，硝烟弥漫，到处都是被摧毁的废墟。那个人果然有问题，只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你是什么人，竟敢来这里撒野？来者不善，大家小心点。同学们不要慌乱，到老师这边来，我带大家离开这里。哼，离开？那可不行！老子今天来就是为了这帮小兔崽子，全都给我留在这里吧！别跟他废话，大家一起上！对付这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3名导师默契地一起出手，但仅是一招，3人的合击竟然全部被轻松化解。呵呵，3个6品修士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他踏空而行，8品修士，8品，就一个8品。该死，根本没法靠近他。实力相差太大，凭我们几个不是对手。一番激战之后，几名导师浑身是伤，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英流前辈，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吗？6品和7品间都差距巨大，更别说8品了。正在接受治疗的阴流，脸色黯然地低着头。
不是他不愿意拼命，而是巨大的实力差距摆在面前，如同天堑，难以逾越。所谓的名校导师，你们就这点能耐？毫发无伤的神秘修士冯龙，高悬在空中，俯瞰着受伤的众人。绝对的实力差距让他根本无所顾忌。既然全都这么废物，没有半点价值，那就通通去死吧！冯龙凌空虚踏，手中紧握一团紫色的邪异玄光。而就在他准备一招解决在场所有人的时候，忽然一道残影从远处袭来，砰然一声巨响，快如闪电的拳头把冯龙打横飞出去。修士联盟岳峰中校奉命前来镇压暴动。西装革履，却掩饰不住一身凌厉杀意的中年人陡然出现，同样悬浮在空中，脸色冷冽地盯着远处的冯龙。哼，总算来了一个有点本事的，老子正好手痒，你们敢来一个，我就杀一个。冯龙冷笑着，话音未落，已经暴起杀招，一掌隔空撕裂了岳峰，但命中的只是一个残影。岳峰的真身刹那间已经扑过来，两人顿时杀成一团，以快打快，让地面观战的众人看得目不暇接。岳峰，他不是7品巅峰吗？什么时候突破的？闭关半年就成功突破，真不简单呐！岳前辈好快的速度，我都看不清他们出手的痕迹。岳峰，岳山那位不愿提及的孪生兄弟。接住，闲话有空再聊，你们先疗伤，一起制住此人。这时激战中的岳峰不忘朝几名导师丢出疗伤丹药，几人受的伤都不重，只要补充消耗，很快就能恢复战力。这是最近出来的瑶光系列，这药效很猛啊！听说4品以下效果最佳，没想到我们服用之后药效还这么强，厉害！体内的经络也舒畅了许多，内气正在恢复。以我的内气治愈之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丹药太神奇了，恢复的差不多了，一个8品，再加上我们4个，能打。不可大意。在瑶光丹药的作用下，几人的伤势迅速痊愈，衰弱的内气也重新强盛起来，气势汹汹地盯着空中的冯龙。你们封锁四周，断他退路，正面战场交给我。岳峰死死盯着面前的冯龙，此次袭击事件极其突然，毫无征兆，他必须抓住这个人，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幕后的布置。冯龙冷笑着，脸色愈发狰狞。哼，还没打完就先断我退路，这是吃定我了吗？呵呵，真有意思。既然如此，那就先躺下再说吧。冯龙话还没说完，岳峰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拳爆起绚烂的内气玄光。但冯龙反应更快，闪躲的同时，一拳撕开了他的防御，把岳峰打得倒飞出去。巨大的力道，甚至震碎了一面墙壁。嘿嘿，我还以为能有多强，原来也是不自量力的家伙。怎么，现在联盟尽是这种废物？一击就打败了8品的岳峰，难道他是9品强者？不可能！50年前9品强者大多都已陨落，剩下的9品强者寥寥无几，哪有什么新9品诞生？哟，实力不行，眼力倒还可以。没错，老子就是9品。怎么样，感受到绝望了吗？哈哈哈哈！感受着冯龙强大的威压，众人一脸痛苦，都不约而同地运转内气抗衡威压，哪怕不是对手，也要战到最后一刻。9品，哈哈，你在装什么？就在众人陷入绝望之际，一道身影从角落里传来，那是一名身穿清洁工服饰的神秘人，捡起冯龙掉在地上的帽子，
淡然自若地走出来。你是什么人？连对手的气息都察觉不到，你怕不是还没有入品？冯龙察觉到不妙，但他话还没说完，神秘人却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速度之快，超出所有人的反应极限。紧接着就是轻松写意的一脚，此前还气焰嚣张的冯龙直接被一脚踹飞了出去，毫无反抗之力。不可能，我9品修为，竟然连他的气息都察觉不到，一定是刚才大意了。没想到帝都还有9品高手，既然如此，你的命我就收下了。狂笑声中，冯龙稳住姿态，凌空虚踏，朝着神秘人凶狠地扑过去。两人在空中激烈厮杀，分别化作2束光芒不断冲撞，整个会场在刹那间被撕裂，崩塌大半。竟然是2位9品强者的对决，能见证这一战，此生无憾呐！这就是9品的实力，太强了。他就这水平还敢说是9品，贻笑大方。真正的9品强者千锤百炼，岂是你这种冒牌货能比的？神秘人冷笑着，势大力沉的一掌正面把冯龙的防御打碎，打得他被震飞出去。不可能，这家伙到底是哪来的怪物？同为9品，我连一招都防不住。再这样下去，不行，还是先撤。你们给我等着，下次我一定……你说什么？下一次，垃圾就该及时清理。我赶时间，所以你还是躺下吧。7星绝莲死血法。冯龙的狠话还没说完，神秘人已经拦在他的面前，内气化作幽蓝玄光，再一次撕裂了冯龙的身躯，打得他浑身浴血。该死，怎么跟隐性提供的情报不一样？不是说除了半死不活的盟主外，没有其他9品强者留守吗？既然这样，那就同归于尽吧！老子引爆动力炉，一起死！引爆动力炉！听到这话，众人猛然一惊。体育馆内可是还有好几万没有撤离的观众和学生。你竟然这么强，那就同归于尽吧！老子引爆动力炉，让你们所有人一起陪葬！冯龙脸庞扭曲咆哮着，把在场众人都镇住了。但话音落下许久，风凉飕飕地吹拂过宁静的体育馆，所谓的爆炸并没有出现。片刻之后，死寂笼罩着整个体育馆，冯龙的脸色也变得僵硬起来。该死的，到底是什么鬼邪门玩意儿？为什么引动不了之前留在动力炉里面的内气？啊，不对，是我体内的内气被封住了。看来你终于发现了。冯龙身后的神秘人手指轻轻地从冯龙的太阳穴处移开，胜券在握，根本不担心他会逃跑的问题。虽然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强行突破到9品的，但现在内气被我用7星绝莲点穴法封住，不属于你的东西，再多也无法运转，也就是废物一个。你现在半点内气都无法动用，甚至连所谓的浮空，也不过是靠我在维持罢了。只要我松手……神秘人说到这里，失去维持的冯龙从空中直直坠落。老子就算爆体而亡，也要跟你们同归于尽！想要自爆？你以为这点微末伎俩就能突破我的封锁？天真！啊！怎么会？我连自爆都……冯龙一脸绝望，从空中急速堕下，砰然一声巨响，精准地砸进垃圾桶里。9品强者竟然被他这么轻松就打败了，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众人见到冯龙落败，脸色都无比震惊，沉默了片刻，
还是岳峰率先走出来，恭敬地朝着神秘人行礼。在下岳峰，是帝都军校的导师，感谢前辈及时出手相助。敢问前辈名号，岳峰来日必定重谢。能够匹敌9品强者的，应该只有各世家闭关不出的老怪物吧？也不一定都是世家之人。听说与异星大战后，一些隐士高人重归山林，他们之中应该也有不少9品强者。不知道眼前这位是哪位老前辈？为什么这个人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诸位不必客气，清理垃圾是我的职责所在。至于名字这种小事，不提也罢。不过诸位切记，修炼一途，穷无止境。对于真正的强者而言，9品修士并算不得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9品之后更有无穷之境界。趁这个机会好好点拨他们一下，免得之后破镜理论出来，有些人接受不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9品之后更有无穷之境界。古为今用，继承与发展，才是人类真正得以延续下去的方法。那么各位，有缘再见。神秘人腾空而起，转瞬间消失无踪。众人目送着他离开，思考着他最后所说的那番话，纷纷陷入沉思。9品之后，无穷之境界。什么？难道说9品还不是极限？虽说有一些修士学者也曾提出过破镜理论，但缺乏实际数据，从未得到证实。这话从一个能打败9品强者的高人口中说出，或许真的可能存在也说不定。说起来，我们学校的华枫燕老师就是研究破镜理论的。如果真的有9品之后无穷境界，9品之后的无穷境界，若真如此，人类再不惧异星。华导师的工作，我们汉北应该全力支持。保洁室，手套、口罩、帽子，整套保洁服都被脱下来，放回原位。总算是搞定了。通过9色真言斗子诀第3种，强行将实力提升至9品初期，果然还是太冒险了。幸亏我修炼的微子淬炼功法能够强化体魄，内气3品的体魄足以和5品强者媲美，否则很可能爆体而亡。得赶紧运转微子淬炼功法的润物调和片，填补损耗，平复内气。这次消耗极大，9色真言斗子诀这套临时提升修为的秘法，短期内是无法使用了。不过说起来，那个袭击者内气运转很奇怪，更像是异性人的手段。他们很可能窥视到了人类修炼之法的秘密，甚至可以通过技术制造9品实力的试验品了。我的重生果然搅动了世界线，后续的发展可能不再按照前世的进程。看来破镜理论迫在眉睫。此时在体育馆的顶部，人群正在有序疏散，但谁也没看到远处的树枝上，一只乌鸦眼瞳中隐藏着微型摄像头，将刚才会场内交手的影像全都记录下来。数据储存之后，展翅高飞，离开了现场。某处漆黑小房间，一只机械手臂微微抬起，释放出传输过来的影像。这次行动的数据，看样子实验体失败了。看来02463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悍。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的反扑行动恐怕需要调整。与真正的地星9品相比，实验体还有诸多缺点。反扑行动先暂停，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另外，我更在意的是这个家伙，想办法查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把他抓回来，不惜一切代价。确实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实验目标。我觉得这种事儿交给地心那帮愚昧的信徒最合适不过了。
幽蓝的火焰燃烧着，在一座神秘的密室里，到处都挂着邪异的旗帜。这里是隐秘教派飞升教的总部，众多教徒从各地赶来，汇聚于此。参见教主。各位分区的兄弟姐妹，无需多礼，我们全能的异星主人下达了最新的指示，活捉出现在帝都的神秘9品修士，谁能完成任务，必将受到主人无上的恩赐。飞升教总部密室，众多教徒跪了一地，台上的教主手中展开全息影像，赫然是唐明伪装的清洁工。异星万岁！我们定当誓死效忠主人。不过9品修士实力非凡，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恐怕……不必担忧，这些异星主人早就帮我们考虑好了。看不清面容的飞升教主，手中抓着5瓶奇异的药剂。这是5瓶神能血清，只要服用了它，我们就相当于有了5名9品巅峰强者。另外，主人为了针对地星修士，特地赐予我们的黑石权杖，能破坏修士的内气运转。5位9品巅峰的强者，再加上黑石权杖，那些修士绝不是我们的对手。异星万岁！教主英明，我等飞升指日可待。诸位，我们对人类的一切肆意破坏，都会将是给予主人最大的回报。让我们一起毁灭这个腐朽的世界吧。报告，赛区救援工作已完成，会场损毁严重，所有伤者已经送往治疗，肇事者尽数抓获。会议室内，通过全息影像，岳峰正在给修士联盟高层汇报今天的袭击事故。岳峰中校，辛苦了，我代表联盟和帝都人民感谢你。保卫国家是我的职责所在，并且这次也是有高手相助，我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我听说金门赛区也受到了袭击，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放心，正好那边有2个校长亲自带队参赛，他们的实力你是清楚的。那我就放心了。不过，这次2个会场同时受到袭击，应该是那帮地形叛徒所为。其中最强者冯龙，竟然达到了9品初期的实力，这里面绝对有问题。我们内部核查过了，他2年前越狱的时候，实力只是7品巅峰，短短2年突破2品，这背后应该是有异星的支持。我们猜测也是如此。联系各个世家家主，还有那些云游在外的老家伙，谨防异星再次发动本土袭击。是。对了，你刚才说的高人是这位道友吧？汇报完袭击事件，厉盟主指着唐明伪装成的清洁工影像，这位神秘9品的出现，比起袭击更加让他重视。回盟主，正是此人，我们要不要派人查查他的身份？不，既然他选择隐藏身份，那就不要打扰他。这位道友实力强劲，恐怕跟老夫巅峰之士相差无几。更何况，他所说的9品之上的境界，若是真的……什么狗屁9品之上？那人来路不明，他说的不可尽信。晋升之路我们早就探寻过，难道他一个人还能比得上我们整个联盟不成？与其讨论这些虚无缥缈的理论，还不如想想后续的时效大比该怎么防备意外。我也觉得时效大比才是接下来的重点。考虑到对方后续可能还有行动，安全起见，这次大比应该暂停。
2场小小的袭击就取消比赛，恐怕我们修士联盟会招来天下人的耻笑吧。我建议把学生分散到各处训练基地，派专人保护，然后通过 VR 灵境技术线上对决，既保证安全，又可以继续比赛。这次大比牵扯到我们后续布局，不能轻易停下。广寒道人所说办法确实可行。切，没想到这个老混蛋这次倒是提了一个有用的建议。原来你们都同意了这个方案，也好。那么后续的赛程将以灵境技术通过线上方式继续进行。岳峰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主导。是，属下这就去办。多谢各位采纳贫道的提议。慕容家主修太阴镇狱功法，着重精神意识的修炼，灵境世界精神契合度越高，能发挥的实力就越强，而这恰好是正儿的优势。这次大比可谓是万无一失了。被封锁的体育馆外，一名记者正在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时效大比帝都赛区的预习现场。目前所有人员呢都已经安全疏散了，稍后官方会有最新消息发布。另外，根据现场的实时监控，这次事件中出现了一位神秘修士，他实力强大，轻松击败破坏会场的袭击者，并且发表了惊人的讲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九品之后更有无穷之境界。古为今用，继承与发展，才是人类真正得以延续下去的方法。难道他在说传说中的破镜理论？但是破镜不是说缥缈虚无，从来没人证实过吗？先生，您的茶。谢谢。第一家族世子与金门第一成功联手抵抗袭击者，华国第一大修道世家世子叶景行，金门大学修道社社长霍三山。看来袭击荆门的人比冯龙弱，最强的也就8品巅峰。老霍那家伙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疯，干起架来比谁都猛。叶景行，印象中是去年的5考状元。啊，唐老大也跟我爷爷一样爱看报纸，而且看的还是老年报。方小莹突然从旁边冒出来，盯着唐明手上的报纸，看得前世67岁的唐明一脸尴尬。小莹，你怎么在这儿？晶晶姐跟宋露学姐又去练剑了，只剩我一个人，又没有比赛，实在太无聊了。袭击事件影响很大，为了学生安全，比赛可能会终止。唉，难得这次我们汉北提前打入了半决赛，无聊，太无聊了。本以为这次能够进入联盟内部，拿到那本对破镜颇有用处的残篇，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得想想其他办法了。聊什么呢？你们一个社长一个副社长，怎么都死气沉沉的？英流导师，你怎么来啦？对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根据修士联盟的通知，后续比赛将以 V2 临近线上形式继续进行。真的吗？太好了，我的拳头都痒痒了。比赛继续，得来全不费功夫。请注意，比赛马上开始，请参赛选手尽快完成设备调试，进入 VR 模拟舱，准备比赛。修士联盟所属的训练基地，整齐摆放的众多模拟舱，将这里挤得满满当当。竟然是 VR 模拟舱，还好唐老大之前安排我们进行过特训。大家记住之前的训练经验，切记在临近空间中要集中精神，活用灵石。唐大哥，你放心，我们可不是那不敢上场的肖胖子。哼哼，这一次赢定了。总之，大家都要小心，不能轻敌。随着设备链接，唐明的意识进入到灵境空间，这里已经聚集着许多参赛学生，有许多第一次进入灵境的学生正满脸好奇地四处张望。
哇，学长，这里就是灵境空间，太神奇了吧！哎，你大2没见过也不奇怪 ，VR 灵境训练一般大3以上才有。不让消费参加是正确的。上次的训练他就出现了特殊情况，不过这次的灵境空间似乎在模拟虫洞的环境特性，常人在此待不过10分钟。联盟是在挑选能够进入虫洞征战的预备力量吗？我跟你说，这次灵境的比赛可不一般。一名学生正在介绍着灵境空境，话说了一半，却被人狠狠一撞，差点没跌倒在地。哎，谁呀？走路不长眼啊！是我，可以麻烦你让一下吗？霍三山，我马上就让。看到气势汹汹而来的壮硕身影，认出这个人身份的学生当场秒怂。金大武道社长霍三山，而在他身后还有2人，3人同行，让其余学生全都退避三舍，不敢靠近。学长，你没事吧？嘘，小点声，得罪他们你就完了。是啊，尤其是叶景行，他那些粉丝每人吐口痰都能把你淹死800万遍。今年大出风头的5考状元在哪儿？怎么还没找着？慕容征，你的消息到底靠不靠谱啊？被霍三山盯着的邪气男子，汉华大学修道社长慕容征满脸讥笑。霍老弟，我建议你多学学叶家世子的风度，不要这么毛毛躁躁的。呵呵，慕容兄过奖了。灵境空间的区域也不大，没多久，3人就找到唐明一行人，毫不掩饰地走了过来。这位，这就是今年的5考状元，汉北大学武道社社长唐明。至于他身边的那位美人，我猜叶社长也用不着我介绍了吧？慕容征目光阴冷地盯着唐明，而他身边的叶景行却友善地向唐明和王晶晶打招呼。在下叶景行，久闻唐社长年轻有为，特来拜会。晶晶，好久不见。幸会。死娘娘腔，你眼瞎呀？本美女你看不见？哟，胸都没长全的小屁孩，你算哪根葱？晶晶，说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你最近还好吧？景行哥，原来认识吗？不过王叶2家一直是世交，倒也不奇怪。 3人聚在一起，面对叶景行的视线，王晶晶有些窘迫地低着头，这让旁边的唐明有些奇怪。这时，霍三山走到唐明面前，姿态嚣张地审视着他：“你就是唐明？金门第一，霍三山在此。趁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先打一局。”久闻霍社长大名，大比在即，切磋还是赛后再约吧。老霍呀，老霍，上一世你说的还不够吗？哼，不敢应战，原来是个懦夫，真是浪费我时间。见到唐明，竟然不敢约战。霍三山也懒得跟他废话，转身离开。慕容征也在旁边冷嘲热讽的拱火。霍老弟，你真是不解风情。唐社长胆子小，你别吓他，万一直接弃权走人了怎么办？呵呵，慕容家的人果然有礼貌。记得初到汉北时，慕容兴学长也是第一个来跟我打招呼的呢。一到慕容兴，慕容征脸色阴沉，狠狠地瞪着唐明，但此时也不好发火。好了，招呼打过，我也就不打扰2大世家的未来神仙眷侣相会了。唐明，你等着吧，我要让你一辈子在修世界抬不起头，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身败名裂。看着慕容征离开，唐明的目光转到王晶晶2人身上，隐约察觉到了什么。慕容正特意带叶景行过来，必定有所图谋。看来他就是与王晶晶定下婚约的世家弟子，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大2就出入4品，也算得上是一表人才了。只可惜竟然想碰我唐明的女人。景行哥哥，我有话想跟你说。王晶晶刚开口准备摊牌，说明自己跟唐明私定终身，但就在这时，灵境上空忽然弹出提示框，
比赛即将开始，请各位选手归队。看来只能下次再好好聊。不过，静静，我知道你的心意，我们等比赛之后再聊。你要好好加油。各位参赛选手请注意，受到袭击事件影响，这次的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可以重新参加比赛。本次的比赛将以大乱斗的形式进行，以抓捕饕餮灵兽积分结算排名，限时30分钟。什么意思啊？大乱斗？饕餮灵兽，不会是模拟的异星战场里的怪物吧？灵兽分白、黄、红3色，分别对应1分、3分、9分，分值越高难度越大。此为储物乾坤镯，是给予大家放置猎物用的。这是灵境里的虚拟品，正常通过比赛的选手回到现实均可获赠此宝。这个是正式出征虫洞的联盟军才会配备，如果能早点拿到，倒是能方便不少。在灵境中出现严重不适反应或者被灵兽击败的选手，会以安全模式强制送回现实世界，判为失败。在比赛过程中，任何有违修士精神的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资格。当前500只一品白色灵兽已上线，当前选手58人，比赛正式开始。随着比赛通告，灵境上空蹦出众多白色小灵兽，遍布在灵境空间的各个角落。毛茸茸的外形瞬间吸引了许多学生的注意。哇，这就是饕餮灵兽，看起来还挺可爱，跟我家的猫也差不多嘛。来，让我撸一撸。有学生靠近触碰，下一刻，外表可爱的灵兽展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它吞没。拜托，我一点都不好吃，你们想吃就吃那些七皮嫩肉的小姐姐去啊！你们别过来！同样尝试接触灵兽的程大龙和有钱银，被一大群灵兽追赶，哭天喊地的疯狂逃窜。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当前450只一品白色灵兽，20只2品黄色中灵兽，剩余选手52人。在有钱银抱头逃窜之际，一道凶猛的内气玄光横空而来，击碎了追击过来的众多灵兽。搞定！唐明得分29分。唐明，我这边还有，你全收下吧，我快不行了。看着程大龙被一堆小灵兽淹没，艰难地抬手求援，唐明一脸无奈，这可不是他不帮忙啊。我要是把所有的灵兽都干掉了，那比赛还怎么继续啊？算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吧。晶晶姐，我们这次比谁抓得多。好呀，谁输了谁就要接受惩罚。看我剑法！就在唐明打定主意在旁边看戏，绝不插手之时，突然间3条飞溅着灵毒的黑水线从他身后袭来。唐明反应极快地施展身法，与袭来的黑线擦肩而过。唐社长实力不错嘛，一下子就得了20多分。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一句，别忘了这次比赛是一场大乱斗，小心被人误伤哦。出手偷袭的正是慕容征，此时他手上掌控着3条黑线，上面串满了被他捕捉的灵兽。多谢慕容社长挂线，我也送你一句，别意气用事，因为违规而丢了资格。那是当然，我一向都是个遵规守纪的人，不过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当前最高分者慕容征59分。比赛还有10分钟，请各位加油，坚持就是胜利。内气已耗一大半，也不知道唐明那边怎么样了。此时在另一边，密密麻麻的灵兽将唐明包围在中间。打量着这些灵兽不同寻常的轨迹，唐明眉头微皱。看样子我是被包围了，看起来有些奇怪，无缘无故盯上我一个人。算了，先解决了再说。螺旋真意，劫空掌。唐明获得30分。之前那些灵兽都是随机攻击，但这些似乎是冲着我来的。哼，唐明你果然有点实力，不过这次只是小小的测试而已。
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去，吞了他！随着慕容征的出手，2只感染灵毒的红色大灵兽张嘴咆哮，朝王晶晶袭去。晶晶，唐明和叶景行2人同时挡在王晶晶面前，2只灵兽毫无悬念被当场击杀。晶晶，你没事吧？叶景行回头慰问，却发现王晶晶已经躲在唐明身后，顿时眉头皱起，杀意涌动。刚才是怎么回事？2只3品高级灵兽怎么会同时攻击一个人？之前我也同时被12只2品灵兽围攻，好像这些灵兽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附有灵毒的痕迹。灵毒？大家千万别误会，战斗无眼，比赛过程中灵兽沾染上一些我身上的灵毒也无可厚非，可不是我故意为之。你人非圣贤，慕容社长学艺不精，家族功法也有瑕疵，无法很好的将灵毒控制也属正常，我们就不必与他置气了。好呀，唐社长，择日我们一定找个时间好好切磋切磋，也让我领教领教你的功法。唐明，我慕容征以性命担保，这是你第1次，也是你最后一次活着在我面前羞辱慕容家。就在这时，唐明和叶景行2人都是一怔，盯着慕容征身后出现的巨大灵兽。怎么样，怕了吧？学长！啊！有人惊恐地喊了一声，慕容征还没反应过来，回头看到的是张开的血盆大口，一口吞下。慕容征丧失资格，得分0。太惨了！虽说只是灵境空间，但那种真实的撕裂疼痛感，应该也不会好受吧？哼，自作孽，不可活。哼，在灵境内和已经拥有神识的我比拼控制力，慕容征你还未免太嫩了点儿。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在战场上怕是活不过3秒。各位，比赛还剩5分钟，请大家务必坚持下去。灵兽可以通过吞噬我们的内气变得愈加强大。现在敌众我寡，我们更应该团结在一起，撑到比赛结束。叶社长说的对，我同意叶社长的说法。我们都听叶社长的，杀呀！被鼓舞了士气的众多学生，前仆后继地朝着灵兽冲过去，激烈的厮杀成一团。时间到，恭喜场上的18位选手正式通过考核。其中获得本场竞技赛事的前3甲选手是：第1名唐明121分，第2名叶景行120分，第3名霍三山93分。真是可惜了，第1名和第2名只差1分。如果不是叶世子，恐怕我们都通过不了比赛。是呀，叶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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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结束，现在开始传送选手。恭喜你，唐明，获得了此次大比的冠军。叶公子客气了，侥幸而已。对了，晶晶，你说赛后有事和我说，不知所谓何事？王晶晶和唐明站在一起，面对叶景行，晶晶犹豫着低头不语，片刻后才终于鼓足了勇气。景行哥，我想恳请你取消我们的婚约。晶晶，我们的婚约是由双方家族长辈所定，并非我能说了算的。如果你是觉得我们缺乏感情基础，我可以让家族安排你到华武这边来上学。没这必要了，我和王晶晶已经私定终身，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分开。果然。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任性，希望景行哥可以成全我们。好吧，我明白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走到这一步，那么我也只好尊重晶晶的决定。不过婚约关系到叶王2个大家族，恐怕光我同意还不够，你还需要争取家里的支持。景行哥哥，谢谢你。王家这边我一定会尽力说服的。叶家这边我也会尽力。叶兄，你也不用太过为难，你只要对家族如实反映情况就好，其他的事由我唐明一人承担。那么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鬼鬼祟祟的在那儿，想躲到什么时候？
叶世子可别误会，我本来也是有事找你，只不过是让其他人抢先一步而已。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哎，此言差矣，咱们两家乃世交，你我是朋友，如今朋友有困难，我理所当然要帮忙，更何况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自古以来，人生4大恨事莫过于亡国、灭门、夺妻、杀父。我这么说，叶世子你应该明白了吧？此前唐明挑衅过我们慕容家，虽说慕容兴那厮是死不足惜，但慕容家的垃圾应由慕容家的人处理，根本轮不到唐明一介平民去干涉大家族的事情。可这次他更加狂妄，竟然又招惹上了第1和第2大修道世家。叶家乃华国修道世家之首，也是我等名门望族的代表。叶王两家破婚之事一旦传出，必定会在华国乃至整个修道界引起轩然大波。到时候你们叶家脸面何存？我们世家子弟又如何能在世人面前抬得起头？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哦，生气了吗？生气就对了。我还要准备去联盟藏书阁的事情，是我失陪了。先不用急着回复我，回去慢慢考虑清楚再说。我们身为世家子弟，注定是同一路人，我们的命运应与家族荣辱共存亡。为了庆祝汉北大学代表队成绩优异，修道社社长唐明取得比赛第1，干杯！为了庆祝汉北大学代表队成绩优异，修道社社长唐明取得大比第1，干杯！汤小莹和萧费在喊麦破音高歌，其余人都是一脸痛苦地捂住双耳。怎么可以这么难听？你们真的够了！哎，奇怪啊，唐老大可是今晚的主角啊，怎么还不来？啊，晶晶姐怎么还没到啊？还是打个电话问一下吧。终于结束了，我活过来了。小莹，有事吗？不是说好晚上聚会吗？你跟唐大哥怎么还没过来啊？唐明领悟了一些东西，正在修炼。我这边刚好有事，也来不了了。哦吼，原来是这样啊！嘿嘿，那就不打扰你们啦。我们懂，我们懂。酒店房间内，唐明盘坐于床上，修炼微子淬炼秘法，缠绕一身蓝色灵气。距离明天去藏书阁还有点时间，还是要尽快提升我的实力才行。从此次大比的情况来看，很明显修士联盟是在提前挑选适合进入虫洞的学生，但即使这样，对大局来说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要阻止地星叛徒和异星势力，唯一出路只有破镜理论，从根本上提升地星的整体实力。灵石的灵气耗尽了，本想趁着最近的实战一举突破至4品，可惜啊，只能止步于3品巅峰了。修炼层次越高，需要的灵石等级也就越高。从晶晶和汉北大学获取的灵石，已经无法满足我现在快速晋级的需求。即便是修士联盟，高级灵石资源也相当匮乏。自从第1次修道革命以来，高纯度、高质量的灵石在地星被开采过度，已经变成是凤毛麟角。这也将成为人类破境的巨大瓶颈，也是时候打打异星空间资源的主意了。得到那本残篇后，破境理论最多1个月内便能面世。目前地星9品修士稀少，9品巅峰更是寥寥可数，坚守前线的9品强者也不能随便离开战场。如此一来，最适合破境的只有那些因伤病困扰而不得不退居2线的老家伙。第一个就从厉盟主开始吧。不过现在最麻烦的是还是晶晶的婚约，不知道晶晶跟他二哥谈得怎么样了。林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该帮还得帮啊，谁叫我是晶晶他哥呢？叶世子，好久不见，我是王长风。长风兄别来无恙了。叶世子，愚昧晶晶今日多有冒犯，还请叶世子海涵。关于此事，我也有话想说，长风兄不妨听听。次日，一处修士联盟修建的阵法中，万兽炼师
在这里等候多时。欢迎3位小友的到来，老朽是负责带诸位前往藏书阁的万寿炼师。见过老前辈。见过老前辈。见过老前辈。这是老朽炼制的秘药万寿活命散，算是给小友们的小小见面礼吧。万寿炼师笑呵呵的一抬手，3瓶丹药浮空而现，落入3人身前。多谢老前辈。没想到一向惜药如命的抠抠搜搜的大脑门居然会主动赠药，而且还是足以让人躲过一次鬼门关的5品灵药万寿活命散。既然3位已经到齐，那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万寿炼师送完丹药，拐杖拄地，激发了法阵。只见炽烈的光芒腾起，遮蔽四周。这什么情况？霍兄莫惊，这是临时传送法阵。藏书阁是绝密禁区，对于还是预备役的我们来说，修士联盟当然不会随随便便把正式通道展示给我们。在片刻的等待后，传送阵法终于发动，光芒把4人传送到一处奇异空间之内。3位小友，这里便是藏书阁，你们可以在30分钟内从藏书阁中任意挑选一本书籍，然后回到此地。此地拥有981万部藏书，全都异常珍贵，所以我们的文曲星道友按照藏书的品阶类别与珍惜程度，以8阵图的形式藏于阁中。当然也设置了不少机关，希望大家多加留神。大家脚下的投影正是这里的3维结构图，老朽劝你们最好都记一下。我看这里像个迷宫，而不是什么图书馆。果然藏书阁的藏字是一语双关啊。还有这些拱门的入口，对应的应该是八卦8门。什么鬼八卦？然而难以分辨出到底是哪8门。反正都是门，进去再说。虽然前世并非是我在藏书阁中寻得古籍残片，不过曾在此阅书无数的我，早对藏书阁的结构了如指掌，即便闭上双眼也能来去自如。相信要在81万册书卷中寻得残片，也并非什么难事。不过总共只有半个小时，要抓紧了。奇门遁甲，开、修、生3级门，死、经、伤3凶门，杜门、景门中品。不过不知道一开始的方位，只能先随便选一个了。唐明随意地在通道里走着，刚踏出2步，一把钟摆巨镰从黑暗中撞击而来，紧随着是寒光闪闪的矛头从墙壁刺出，前后夹击，不留任何死角的致命陷阱。绝林拦路，万矛穿身，看来我是妥妥的选了个死门呐。不过机关陷阱的布局跟前世一致，暂且不用担心重生后蝴蝶效应的影响了。残片一定还安静地躲在这藏书阁之中。轻易从陷阱坑杀中脱身，落地后的唐明却脸色淡然地看着身后。出来吧，没想到叶社长还有尾行的癖好。唐社长身法精妙，仿佛对重重机关未卜先知一般，实在让人佩服。不敢当，唐某身手再好，也远不及叶社长不动声色的尾随之极。唐社长，你误会了。叶某今天一心求书，并无他意。不过叶某倒是好奇，唐社长是否也跟叶某一样，看上了同一本书？我早有听闻，联盟的藏书阁设计精奇，玄妙无比。在此中寻书，就好比世间人事物的道理一样，有缘者得之，无缘者失之，不可强求也。既然如此，志不同，不相为谋。唐社长，
打扰了。两人擦身而过，留下的是叶景行阴冷的笑容。片刻后，唐明穿过了层层陷阱，来到了藏书区。两边是各一排高高的书架，摆放着密密麻麻、不知凡几的万千藏书。981万部藏书逐一查看，恐怕要到猴年马月才能找到残篇。光这里少说就有上万则。幸好我对藏书阁的排布了如指掌。文曲星前辈按照天地人3个等级，将藏书阁分为8门24区，其中这区便是以研究天道变化理论为主的藏书区。前世残篇曾被视作无人可破、无人可知的天书，极有可能是收藏于此。不在这里，这里也没有，还是没有，没有。难道我猜错了？残篇不在这里。就在唐明冥思苦想之际，后方的石壁发出一声巨响，石壁转动，弥漫出紫烟毒气，并且伴随着毒气扑出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孙女，快闪开！我身后有毒气！霍三山灰头土脸的从烟雾里闯出来，身上满是皮肉轻伤，脸色发紫，嘴唇已经肿得像2根大香肠，看上去凄惨无比。唉，估计这个路痴又把藏书阁8门给逛了个遍。兄弟，你要的书我没找着，我迷路了，你快来救救我！在两人即将错身而过的瞬间，唐明一掌拍在霍三山胸前，力透腹背，打得霍三山当场一口污血喷出。你这家伙，我好心提醒你，你竟然偷袭我！刚才那一掌已经将你体内所流淤血化出，但你现在身中剧毒，最好赶紧把万寿炼师所赠之药服下。哦吼，果然是通畅了一些，不过那个药我之前已经吃了。给，唐明干脆将药瓶丢过去，赫然是万寿活命散。这是我的那份，你吃吧，我暂时用不上。唐老弟，之前你不敢接我的挑战，我还以为你是怪懦夫嘞，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老货还是这么自来熟。修士联盟会议室，法术监控下的屏幕照映出藏书阁里的场景。哈哈哈哈！唐明这个后生真不错呀，实力不俗，而且为人仗义，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哼，笼络人心的惺惺作态而已。哼，你这个死杠精！你看叶家世子早已毫发无损地取出书来，出身名门，不卑不亢，这才是修士联盟需要的人才。这唐明对8门阵似乎很有一套，不过留给他们2个平民修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活命散也已用完，看来这次注定是要空载而归了。唐老弟，真是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算不中毒身亡，也得落个半身残疾。现在还有不到10分钟，说吧，你想要找什么书，包在我霍三山身上。老霍虽然跟我一样出身平民，但为人豪爽，知恩必报，是许多世家子弟都不可比拟的。不过找书的话，还是算了吧，老霍，我怕你又迷路呀。这本怎么样？哦，这个好像也不错哎。哎，这本不是书吗？忽然间，霍三山的手拉到一处隐藏机库，咔的一声，霍兄等等！啊！唐明来不及阻止，机关已经被发动，站立的石板地面豁然打开，两人坠入其中。唐明反应极快的施展身法，安然落地。霍三山同样稳稳落在地上，审视着面前的黑暗。这什么地方？乌漆麻黑的。
这里应该是存放尚未归类书籍的书房。联盟从四处搜寻而来的各种珍稀秘籍，都会先送到这里，经过分门别类后，再储藏到上面的八门阵对应的位置中。等等，如果藏书阁中没能找到残篇，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残篇在这里。这里封存的应该是已经整理出来，但还没有来得及放到上面去的书籍，其中黑色结界最强，红色次之，黄色中等，白色最弱。看来这黑色格子里面的应该就是这里最宝贵的书籍了。残篇应该就是在那里面，只可惜从这黑色结界的能量波动来看，没有5品以上根本无法打破，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通过9次真言提升实力。嗨，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找什么书，全包在我霍三山身上。24绞杀技，平杀燕落拳。霍三山毫不讲理的一拳轰出，当场把密封的黑色结界打破，烧焦手臂还带着电光，从结界里面抓出一本不起眼的书册。嘿嘿，兄弟，我拿到了。老霍。强行破坏封印，这根本就是强盗所为，完全有违修士精神。婉寒道人，历年来联盟藏书阁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有缘者得知，无论是用什么手段。你好了，都给我住嘴！既然他们有本事打破结界，那也是他们自身的能力，能拿到什么，就看他们的造化了。谨遵盟主之命。哼，盟主既然开口了，那就饶过他们这一次。多谢霍兄，我来帮你止血。客气了啊，兄弟，以后叫我老霍就行。上一世，老霍和我同期进入联盟，大大小小战役参与无数，可谓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放心吧，老霍，这次我们一定能带领人族真正崛起，制霸异星战场，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嚯，唐老弟，你这点穴手法可以啊，血这么快就止住了。简单帮霍三山处理了伤势，唐明打量着手中的书册，随意翻了几页，却是眉头一皱。这是地阶5技大荒造化掌，竟然不是无字残篇。地阶5技，不错，老弟，你算是捡到宝了呀。给你吧，这本不是我想要的书。哎，老弟，天地玄黄，天界秘籍几近失传，你可知这地阶5技有多贵重？随便丢到市面上一拍卖，那也是180万呀。距离最后时限还有1分钟，诸位，请抓紧时间吧。剩下1分钟，那可就要抓紧时间了。看来这次是要无功而返了。算了，这2天再找机会偷偷溜进来。啊，不对！唐明突然想到了什么，朝着旁边破破烂烂的书架走过去，上面堆积着许多陈旧的书本残篇。哎，唐老弟，你去哪儿啊？我一开始的寻找方向就错了。无字残篇由远古强者用神识解救，表面无图无字。如果不是前世破镜理论所引发的第2次修道革命，众多负责搜集整理图书的学者突破9品，踏入能催动神识的绝世界，恐怕再过100年都无人发现这本残篇的妙用。所以残篇不在上面的8门阵，也不在刚才那片已经整理过的封印区，而是在这里，没有研究价值，而被认为是无用之书的待处理区。唐老弟，你想要的书不会在这里吧？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废品。呵，你看，这个修士恋爱入门，如何利用修士的优势获得万千女子的爱？没有，还是没有，我一定是疏漏了什么。老弟，不用看了，这里都是一些垃圾。你看这本书，还用来垫桌角的。垫桌角在哪里？哎，
把霍三山赶到一边。唐明看到书架脚底正躺着一本半黄色没有封面的残书，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叠破纸。藏书阁定期都会处理掉这些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书，而无字残篇能一直保存在藏书阁内部，原来是被垫了桌脚。万巨星老前辈，您带出来的学者修士也太有眼无珠了呀！时间到，回。随着万兽炼师发动阵法，霍三山和唐明瞬间脱离结界。唐老弟，刚刚那本书你拿到了吗？已经到手。两位都安全回来了，我还担心你们会空手而归呢。在传送法阵稳定之后，叶景行也出现在同一位置，脸色淡漠地盯着唐明手上那本残篇。一叠废纸。唐明，你怎么跟我比啊？三位小友，不管今天你们在藏书阁获得的是什么，他们都是属于你们的了。接下来我会送你们回去。说罢，万兽炼师杵杖再度轻敲地面，霍三山和叶景行化作白光消散，脱离法阵，却唯独唐明留了下来。前辈，我这边还有事。当然，唐校友，盟主有请。有劳前辈引荐。原来是盟主要见我。他在第一次抗疫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一直鼓舞着全人类。修士联盟也是在他的带领下应运而生的。只可惜，上一世盟主因伤提前陨落，严重动摇了修士联盟在整个修士界的地位，人族的整体实力也随之下降。之后30多年，各大修道世家各自为政，相互制约，甚至不考虑整个地心抗疫大局，导致各战线节节败退。虽然我和霍三山进入联盟领导层后，竭尽全力扭转局势，但最终在2150年，内忧外患的人类一族还是迎来了末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盟主的阳寿恐怕只剩不到半年的时间。升升班，1月成为华国武考状元。此外，你在广城帮助王家修道种子，抓住修士逃犯，协助修士联盟调查异星叛徒薛家，以及在帝都赛场制服张弛等事情，联盟这边也是一直有留意。没想到修士联盟竟然会对我如此关注。说起来，你我也算有些姻缘。厉盟主感慨着，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是3位年轻修士的合照。你的父母是我二徒弟姚千机的学生，千机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他们也被视为修士联盟中最优秀的年轻修士之一。只可惜在一次虫洞营救任务中，他们随姚家军遭遇埋伏，壮烈成人。生死有命，天道无私。盛世闭关修行，乱世下山救人，此乃代代传承的修士精神。我唐明永远以父母为荣。能这么想，你父母泉下有知，也会安心不少。唐明，你知道这次大比为何奖励如此丰厚吗？据我所知，地星潜藏着不少像薛家那样暗中勾连异星的修道家族。此次大比也公然受到了强大修士背叛的袭击，种种迹象表明，异星人的侵略计划将会死灰复燃。如果我猜测的不错，此次大比是为联盟笼络人才，以应对日渐严峻的异星局面。此子思维清晰，目光卓越，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那你认为该如何阻止异星的入侵计划呢？安内攘外。安内揪除叛党，平息内乱，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否则人心散乱，分崩离析，人族将会不战而败。攘外。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藐视敌人，人族需要自信。人类文明悠悠数百万载，我华夏一族历经重重磨难，从未消亡，绝不消亡。以前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亦如此。重视敌人，人族需自强。正如那个神秘前辈所言，修道一途穷无止境，吾后辈必须孜孜不倦，上下求索，自强不息。一心亡我之心不死，我辈便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好，说得好。联盟得此子，必将兴盛啊！唐明啊，能让我看看你在藏书阁挑的书吗？当然。无名残篇本来就是为了造福修士联盟，培养更多强者。此时唐明也无心私藏，坦然将废纸一样的残书交出。藏书阁不乏各种绝世功法和武技宝典，你为何？不如我寻思一回，让你重回藏书阁，另挑一本如何？唐明天赋异禀，目光远大，可别因为一本废书耽误了他的前程啊！老师，这部残篇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弟子跟随华枫叶老师研究破镜理论，华导师曾多次跟弟子提起过，他的研究是基于家族流传下来的一本上古遗书，但那部古书只有前半部分，这也导致破镜理论难以突破。而根据华导师对上古遗书的描述，弟子认为这本残书很有可能就是上古遗书的后半部。上一世，华导师以遗书的上半部作为理论基础，对各种修炼功法的研究和推导，才最终突破了破镜理论。后来藏书阁发现了这本上古遗书下半部残篇，经过整理发现，华导师自行推导出来的破镜理论竟比上古原版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也奠定了华导师在整个修士理论界大师的地位。现在我只要把破镜理论相关的东西都推到华老师身上就妥了。这么说，倘若有了这本残篇，你导师的破镜理论就能成功了？这个弟子不敢妄言，一切都得把残篇带回去给华导师看过才能知道。不能成功，我辛辛苦苦来了这个干嘛？是啊，人类修行9品巅峰已到极限，所谓破镜也只是上古传说而已，谈何容易？唐明啊，破镜理论虚无缥缈，你真愿意为此浪费一次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吗？只求一人得道而不顾苍生，这绝非修士精神之所为。倘若我们能寻得破镜之法，地星实力将得到质一般的飞跃，到时我们又何惧异形蛮族的入侵呢？好，唐明，你是否愿意跟随老夫学习？老夫一定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你。虽说成为老夫的关门弟子是获得大比第1的奖励，但能收到这样的弟子为徒，又何尝不是老夫的荣幸呢？老师在上，请受弟子一拜。厉盟主作为修士联盟的创始人，威望极高，而且修为强大，成为他的弟子，无论是时效大比，我们汉北大学修道社从艰辛的赛事和惊险的受袭中坚挺过来啊，勇夺时效大比第1名。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修道社的成员上台。汉北大学从帝都归来的唐明一行人刚一出场，就受到全场学生的热烈欢迎。晶晶学妹，唐明，我爱唐明！小
校英雄们！这次大比我们学校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除了修道社众参赛选手的英勇奋战外更重要的是要归功于我们修道社社长唐明同学，是他带领我们汉北战队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突破重重险阻，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下面有请唐明同学发表获奖感言。这次实校大比，我们汉北修道社同心协力获得了全国第一，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地星叛徒修士的袭击事件也应该让我们警醒。冲动之外，一星人依然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作为修士界的年轻一辈，未来的中坚力量，一定要争分夺秒，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壮大地星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爱人。唐明说的对，一行人亡我之心不死，现在还远远没到我们放松的时候。以前总认为上大学以后就可以放松了，但来到修士大学，可以获得学校和国家提供的各种资源，我们更应该好好修炼，提升自己。唐明学弟，为了你，我明天开始一定会好好修炼的。辛苦大家了，校方已经给各位发放了相应的学分和功勋奖励，稍后还会有汉北电视台对你们进行独家专访。校长，采访就由方副社长负责吧，我这边还有急事要处理，就不参加了。唐大哥，你放心，我最擅长就是应付这种场面了。这次采访是汉北修士协会跟市政那边安排的，如果表现得好，说不定能拿到一笔不小的教育经费。可如果唐明不去的话，走啦，段叔叔，放心，有小莹在，一定帮咱们汉北学院好好宣传宣传。好吧，我就信你一次。段云威被方小莹半推半就着离开，临走时还回头看着远处脸色平静的唐明。年少有为，却不沽名钓誉。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这种定力了。总算摆脱这些琐事了，接下来赶紧去找华导师，破镜理论不能耽误。华导师，研究室内，唐明刚一进来，就发现华枫燕倒在书架旁，资料散落一地。唐明连忙凑过去，却发现华枫燕体温极高，内气不顺，杂乱纠缠，看来是劳累过度了。幸亏我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确认华枫燕的情况之后，唐明也顾不上两人身份，将华枫燕扶起来，双手抵住后背，输入内气。遇内气入体，疏通经脉，拨乱反正，应该很快就会无大碍。结束了治疗后，看着办公室内杂乱摆放的文件资料，唐明不由得眉头一皱。看来上次给华导师一些提示后，他就没日没夜的在这里进行推导研究。如此坚毅的性格，看来日后能成为一代理论大师。昏睡多时的华枫燕渐渐清醒过来，睁开眼，看到的是一个朦胧的身影。我这是怎么了？我的眼镜呢？眼镜。华导师，你醒了。唐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去参加实校大比了吗？比赛已经结束了，我刚回来，看见华导师累倒在地，所以我便用内气帮你调养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完全沉浸在研究当中，与世隔绝，早已忘却了时间吧。这碗热粥趁热喝了吧，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粥。呆呆地盯着唐明好一会儿，华枫燕这才发现，唐明手里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谢谢你。唐明不仅成绩优秀，还是个温柔的男生。不，华枫燕，你这是在想什么呢？
他可是你的学生啊。华导师，你怎么了？没什么。对了，华导师，你看我这次给你带了什么？唐明微笑着将此行最大的收获上古遗书的残篇摆在华凤燕面前。这是……看着唐明手中的残篇，华凤燕感觉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这是……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吧？上古功法的流传不一定是口口相传或者纸笔记载。我在联盟藏书阁发现的这册残本无图无字，但隐隐理论研究还有这样一层缘由。唐明，谢谢你。有了这天书的下卷，至少证明破镜理论不是空洞的假说。不，华导师，是我们该谢谢你们华家才对。如果你们真的能突破破镜理论，提升整个修世界的实力，那我们地星人族就有希望了。我相信，这也是华家先辈们的心愿。上一世，如果不是第二次修道革命，人族早就在异星的几次奋力反扑中覆灭了，又怎么能坚守到2150年？而且我也觉得，我的重生似乎跟这河洛天书的奥秘有关。也正是如此，我才想让华导师重新研究一番。可惜时间紧迫，恐怕我一时半会儿做不到。什么？你也看到了，这天书无图无字。据老祖宗遗训所言，河洛天书是上古强者用神识注写。以我现在的修为，等参透这本天书下册，估计地星和异星之间的战争早打完了。没想到华家老前辈对天书的研究已经如此透彻。不过华导师呀，华导师，你也太小看自己了。上一世你在没有天书下册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推导，用10多年的时间，得出了不亚于原版的破镜理论，这是何等的天赋！我还寄希望于你能找到突破圣石境的方法。华导师，我觉得有一个方法也许可行。什么方法？ VR 灵境技术。VR 灵境技术。对啊，由于精神功法的失传，修士能活用神识者寥寥可数。但利用灵石与 VR 灵境技术相结合，就能弥补这个缺陷。说不定，微子淬炼功法从本源出发，同时淬炼了我的精、气、神，因此就算我的内气修为还没突破9品，精神力却早已超越灵石，进入神识小成阶段。不过这个秘密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唐明，太谢谢你了。我这就去找英流导师安排。涉及理论研究，就兴奋得像小孩一样。3天后 ，VR 训练室，华导师、英流导师，早啊！早呀。等等，唐明，你进品了。啊？华导师，你怎么知道的？不会有错。为了方便研究，我所修炼的火眼金瞳可以直接看穿7品以下修士的内气含量。3天前你还是3品巅峰，现在已经是4品初期了。哈哈，趁阴流导师这2天调试设备的空余时间，我按照厉盟主指导的方法闭关修炼了一下，侥幸突破了。只能推给厉盟主了。没想到华导师还有这一手，以后在他面前要特意收缩内气才行。太神奇了，唐明，等破镜理论突破后，让我好好研究研究你的身体吧。我能拒绝吗？好了，快开始吧。VR 设备的训练任务很重，算上今天这里已经借给你们4天了。啊，抱歉，我们马上开始。这个唐明，时效大比的时候才刚入3品，这么快就有突破4品。虽说有厉盟主的指点，但这修炼速度是前所未有了，真让人羡慕。老师，我准备好了。拜托了，阴流导师。传送开始。VR 秘境，唐明跟华凤燕2人再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圣山，四周则是茂盛的密林。啊，
这就是 VR 灵境技术数据化解析天书残篇投射出来的虚拟空间。应该没错，穿过树林到那座圣山上，也许就能找到破镜的答案。那我们出发吧。华导师，唐明，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听得到吗？听到请回答我。通讯没有反应，天书残卷蕴含的信息量过于庞大，以现在的灵境技术，用最大功率才勉强能维持空间的稳定。看来余下的只能交给唐明他们了。哇，这里有好多古书上记载的仙品灵药啊！华导师，现在不是闲逛的时候，况且这些又不是真的。唐明，你不懂，这些都是上古时期异常珍贵的物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我一定要把它们的样貌品性好好记录下来。看来已经完全忘记此行的目的了。没办法，我来帮他看清事实吧。破剑首要就是意志坚定，不受眼见所困。心念一动，以唐明为中心发出内气，剧烈震荡之下，周边幻境化作虚幻，消散如烟。哎，我的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应该是天书用来蛊惑人心的幻境。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贪财之人会看到金银财宝，贪色之人会看到美女如云。像华导师你这种沉迷研究之人，看到的自然是珍稀灵药。啊，原来如此。我要时刻保持清醒才行，不能被眼前的幻境所迷惑。我相信华导师一定能行的。像华导师这样为了理论突破，可以10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之人，不可谓意志不坚定。然而就算是这样，却依然被幻境所惑，可见解救这本天书的前辈是何等高深莫测。走吧，我们往这个方向。啊，我们不是要去那座圣山吗？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不能被眼前的幻境所迷惑。啊，难道说……没错，朝着那座山走，只会越走越远。终于到了，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足足3个小时，一回身反而到了圣山脚下，真是太神奇了。这里是以人的意志写就的空间，再诡异也不足为奇。唐明，我们歇会儿吧，我好累，走不动了。我觉得还是抓紧上山为妙，免得夜长梦多。忽然间，林间传来嚎叫，一双双红色幽光虎视眈眈。唐明第一时间挡在前面，惊慌之下，华风燕本能地抓住他的手臂，两人紧紧挨着。那是什么声音？放心，有我在。随着树木摇晃不止，巨大黑狼从密林间走出，眼睛冒着红光，一只、2只、3只，整整10只黑狼将他们重重包围。啊，唐明，别慌。一只巨大的黑狼从黑暗中扑出，直指唐明。但迎接他的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拳头，震惊激荡，打得他当场吐血倒地。唐明，小心后面！唐明刚解决一头黑狼，身后又紧接着扑出来2只，同样是咆哮着张开血盆大口。看到这一幕的华风燕惊慌失措，但一时间也来不及救援。风暴螺旋！唐明淡然笑着，内气涌动，形成巨大的螺旋激流环绕周身。扑过来的2头黑狼以来时数倍的速度被当场甩飞了出去。这些恶狼实力并不强，满打满算也就相当于人类3品巅峰的实力，但胜在数量众多，持久战对我们不利。狼群的第一波攻击被唐明轻易化解，但他们面对的可不仅仅只是这几头，更多的黑狼正在步步逼近，目光狰狞地
盯着面前的猎物。那就只能速战速决。9字真言。狼群长啸，随后蜂拥而上，试图撕碎面前的猎物。在这一刹那，唐明眉间的精神力涌动，化作实质般的恐怖力量，在身周演化庞大的能量涟漪。斗字3重，能量漩涡轰然炸开，围上来撕咬的狼群瞬间被轰飞，血肉溃散，能看见灼灼白骨。刚才唐明内气瞬间爆发，实力似乎提升到了一个连我的火眼金瞳都无法看透的范围。这就是精神秘法的妙用。难怪之前唐明一直跟我强调，破镜理论要注重精神功法的研究。原来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解决了。唐明，那边！一轮爆发解决了狼群，刚准备跟华风燕说几句话，却听到他一声惊呼。唐明回头望去，只见那些被他用9字真言击飞的狼群，竟然再度围了上来，身上没有一丝痕迹，竟然都是毫发无损。这些狼竟然不见损伤，原来如此。唐明，不要再与他们纠缠。虽然不管从外形还是能量波动来说，这些恶狼都栩栩如生，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恶狼跟之前的仙灵草药一样，都是由神识写就的天书幻境中的一部分而已。他们不死不灭，如果真的跟他们无穷无尽的消耗下去，最后力竭而亡的肯定是我们。没错，修士异于常人，大部分都自视甚高，遇事喜欢以强凌弱，以武力说话。这些黑狼虽然看上去不起眼，随手就能击退，但一轮轮不断消耗，足以将9品巅峰强者活活拖死。这一关看似在考验来者的实力，实际上考验的是心智和理故力。在两人交谈间，狼群已经失去了耐心，咆哮着径直扑过来。华老师，抓紧了！轻身游龙。狼群在临身的瞬间，唐明一把搂过华风燕，施展真意境的轻身游龙，脚下一点，跃上高空，借力在岩壁上飞腾。而在他登上山坡的瞬间，身后咆哮不止的狼群顿时化作黑烟，幻化消失。吓死我了！华导师只有4品修为，面对如此情景，依然能保持缜密的思维，看穿其中玄机，实属不易。就是胆子小了点儿。华老师，要不要我扶着你？不，刚才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快走吧。意志坚定，心智成熟。前辈，如果你的天书是在挑选传承者的话，华导师一定是你最好的弟子。天书幻境，云雾缭绕，唐明和华风燕身处半山腰，正艰难地向上攀岩。好累啊，从地面上看没觉得多高，为什么却一直爬不到顶啊？自从攀上这座山后，体内的内气就被压制住，无法正常调动，只能靠肉体的力量往上攀爬。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毅力吗？4品修士的体魄只是初步淬炼了骨骼、筋膜、肌肉和表皮，华导师能坚持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华导师，需要我帮你吗？不用，我可以的。遥遥看不到顶的山岩，华风燕满脸大汗，眼神发虚，显然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但还是在顽强地支撑着。而就在这时，华风燕忽然脚下一滑，失去支点，整个人陡然下坠。危急之际，唐明跳下来抓住了华风燕，另一只手扣住岩壁，将自己悬挂在半空中。唐明，对不起，连累你了。说什么呢？没有导师，谁来突破破镜理论？上来！山高且险，大雪纷飞，狂风呼啸。此时唐明一只手
托住身上的华风燕，艰难地向上攀爬。华导师，快到了，千万不要睡着。我没睡。迷迷糊糊的华风燕在艰难地回应了几句后，整个人往后仰，彻底昏迷了过去。能支撑到现在，他已经透支了体力。麻烦了，那就只能拼一把。感受着身后失去意识的华风燕，唐明运转内气，双脚死死地扎在近乎90度的山岩上。他眺望着上空见不到尽头的云雾，眉间凝聚精神力。再这样下去，就算不摔死也得冻死。看来还是作弊了。既然这里有神石解救，自然也就能用神石抹除。神石外放，唐明嵌在山壁上一动不动，但是他面前的山岩却在快速缩小，转眼间就抵达了山顶的位置。到了，终于到了。唐明，你没事吧？唐明努力睁开眼的时候，勉强只能看到华风燕模糊的脸庞，整个脑袋都一片剧痛，难以视物。你吐血了，怎么办？我不会治疗香的武器，我太没用了。华风燕焦急地把唐明紧紧抱在了怀里，眼睛噙着泪珠，惊慌失措，同时也压得唐明难以呼吸。我没事，只是上来的时候摔了一下。其实是我强行运转神识，修改幻境空间的结构被天书反噬了。这天书所残留的神识之强，似乎已经超过了我第10境巅峰时期的精神力，但这点伤势还可以忍受。华导师却差点把我闷死了。华导师，你快去吧，不用管我。到那笔光束内，清空思想，用身体的灵识去感受，那里是天书的核心所在。华风燕闻言也没有犹豫，走到光柱前方，伸手触碰，探入光芒之内。光柱被触碰的部分犹如破碎的玻璃一般飘散开来，幻化成金黄色的神秘文字。这感觉温暖而充实，好舒服。仿佛是受到了某种牵引，华风燕情不自禁地踏入光束之内，整个人都浸泡在了耀眼的白光之中。衣物在光束带动下飘起，随后化作点点星光，消失不见，只剩下明亮洁白的完美洞体。紧接着，光芒照耀下的华风燕身形开始变化，从青年模样缓缓蜕变，少女、孩童，一步步变成了出生的婴儿。这是返璞归真。华风燕的举动似乎触碰了天书的某种设置，原本静谧的光柱陡然间膨胀起来，化作庞大的光海，吞噬了整座高山。剧烈的强光刺痛下，连唐明也难以直视。登峰造极，凌绝顶，破境密道，寿长生。片刻之后，淹没一切的白光褪去，却留下2列巨大的黄金大字，笔法苍劲有力，几乎要撑破天书幻境的穹顶。而华风燕也已经醒过来，雪白的肌肤散发着热气，宛如重获新生，眼中闪烁着神异的光辉。9品之上的无穷境界，真是玄妙奇绝。唐明，我终于……华导师，你是不是先穿上？
离开灵境后，唐明和华枫艳便辞别阴流导师。看着满脸通红的华枫艳，阴流也没搞清楚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晚，他们挑灯夜读，埋头苦干，根据在天书中的所得所悟，推导破镜理论，一夜未眠。请校长过目，这是我在唐明帮助下完成的破镜理论手稿。破镜理论？从华枫艳手里接过理论手稿，段云威整个人都在发抖，盯着上面的理论陈述，感觉整个人的气血都在沸腾。这精神与内气、体魄的相互融合转换之法，妙，实在太妙了！动以淬体，汇灵行气，凝而化神，体气神和。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想不到我有生之年，竟然可以亲眼目睹破镜理论的诞生。按照这个上面所述，我再努力一下，说不定也能破镜晋升，驰骋疆场。破镜理论虽好，但只有9品巅峰强者才具备破镜资格。要想提升人类整体实力，我们高校还需把重心放在快速提升师生修为上。你说的没错，9品巅峰强者寥寥无几。其实有了这破镜理论，真正能破镜的又有几何？是我想太多了。我停留在8品巅峰已经长达10数年之久，9品都突破不了，何谈破镜？因此，破镜理论的重要之处并不完全在于破镜，而在于以破镜理论为基础的第2次修道革命。第2次修道革命？没错，以前的修炼体系着重于练体练气，而完全忽视了对精神力的修炼，或者说想练也没办法练，因为相关的功法理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建议以破镜理论为基础，以华枫艳导师为核心，组建一个破镜理论及精神功法研究应用的小组。我们汉北大学给予全力支持，向群体师生推广，修改教材，调整训练方式，提高对灵石的修炼，带动全国进入全民破镜时代。我所修炼的微子淬炼法之所以进品如此之快，除了从本源出发，从细胞层面淬体炼气之外，更着重于精神力的凝聚。正所谓凝而化神，精神合一。只有在强大精神力的引导下，体魄和内气才能真正完美融合，实现快速突破。全民破镜时代，若真如此，何止我段云威呀，千千万万的修士学子都有进品破镜的机会，我汉北大学亦可载入史册。另外，学校的体制也需要进行全面改革，对学生制定学年目标，开除不达标者，杜绝混吃等死现象。毕业生最低标准从初入3品改为4品中期，并要通过修道社考核。资源着重配给优秀有潜质、有上进心的修士学员，不分年纪，不论背景。取消任务参加者的学年限制，改革兑换规则，允许以物易物的兑换方式。每个学员毕业前至少完成60次灵境修行，制定高年级学生进入虫洞历练机制。另外，项目研究的经费不再与指导学生人数挂钩，经费比例应该向理论研究倾斜。华导师，你带出了不得了的学生啊！与其说是我带唐明，不如说是他在指导我。唐明，你这个计划如此大规模的改革，需要多少经费呀？光是成立研究小组推行精神修炼这一项就够呛，再加上体制改革，这哪来的钱呢？经费一直是困扰汉北的大问题，要不然学校也不会一直削减项目费用了。经费的问题不用担心，这次我们汉北大学获得了10校大比第1，段校长应该能从联盟那边申请到一笔不小的额度。另外，我手上还持有肖家制药30%的股份，每年会有一笔不少的分红，我可以提前预支，实在不行也可以让出股份。
萧家制药30%股份。萧家制药的瑶光系列在大比期间表现突出，成为了联盟的固定供应商，并且远销海外，股票一路攀升，到今天市值好像已经超过1000亿了，30%，也就是300亿，隐形富豪啊！唐明同学，有你的大力支持，我们汉北大学一定竭尽全力，全面推动破镜理论应用，为全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后，你就是我们汉北大学的荣誉董事。资源公法的兑换不再受功勋职的限制，学校管辖的训练场地和实验器材也可以随意使用。生活学习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哈。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倒是个好东西，以后在学校范围内也会方便很多。校长，我还要回联盟处理一些事务，先告辞了。好，以后有空多回来啊！汉北以后就是你的家。理论已经完成，老师，我来了。飞升，造福众生！飞升，造福众生！飞升教正在大肆破坏，请求支援！继续监控现场，必须保护民众安全。联盟的支援马上就到。是。联盟的小老鼠原来躲在这里，让我们好好玩玩吧。修士联盟的人都如此不堪一击吗？真是没意思啊！坏蛋，大坏蛋！混账！飞升邪教简直胆大包天，以前只是在暗地里搞破坏，现在竟敢公然挑战联盟权威了。3天内，联盟必须交出神秘修士，否则华国大地将迎来我们飞升神教的怒火。看着飞升教传来的警告，以及各地接连发出的求援信息，烈火道人勃然大怒。给我备人！今天老子就要灭了飞升教！烈火道友，盟主闭关之前，让我们镇守总部，切不可擅自行动。不行动？难道我们堂堂修士联盟，竟让那帮邪教徒骑在头上拉屎拉尿不长？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我劝你现在还是先认清局势再说。眼前异星战场局势紧张，联盟强者大多驻守于虫洞基地，分身不得。外出寻找隐士强者的帝都军校小队也还未归来。3天前5处拨乱行动中，3处失败，其中1处更是被飞升教的长老完全压制。根据情报，飞升教实力大增，长老修为堪比8品巅峰。这种时候还不镇守总部？难道你要将联盟总部拱手让人不成？我火龙岛之人不像你们广寒宫这般贪生怕死，8品巅峰又如何？要不是盟主闭关，我无法在地星解开禁制，飞升教的人早就死800遍了。怎么，想要动手比试？你以为我怕你不成？两位道友，有事好商量。现在盟主闭关授徒，飞升教日益猖獗，此刻我们更要团结。跟着八字胡没什么好谈，飞升教就由我火龙岛解决。哼，话不投机半句多，告辞了。好狗不挡道。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谁才是人模狗样？嘿，盟主啊，你何时才能出关主持大局啊？疼！来，跟我玩。轻点儿，文曲星道友，手下留情。要是盟主支撑不住，这天下大局真是不堪设想。修士联盟疗养室，被众人心心念念惦记的厉盟主
此时正浸泡在营养液中。泡了2缸仙品灵药所炼制精华，总算勉强维持住了老师9品巅峰的修为。破境的关键在于体魄和内气达到人体巅峰后与精神力的完美融合，从而突破人体极限，与天地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以达呼风唤雨、推山移海之能。利用灵境技术，以破境理论为基础，设计针对性的灵绝顶破境系统，随时监控破境者自身的情况和融合的进度，并通过灵境技术对破境者的精神力进行引导和辅助，减轻融合时的精神负担，更是能大大提升成功率。这种修炼方式在前世还要10余年后才能出现。灵境空间，厉盟主双目紧闭，眉心处精神力凝聚，引动了整个灵境空间。出境，精神觉醒；进境，精神外放；圆境，精神融合；满境，精神炼化。灵境空间辅助下，厉盟主的精神力不断蜕变，层层破境，一直到满境，精神炼化进度80%，内气纯度低于98%，危险指数43。突然间，厉盟主身上的内气无法收拢，大量灵毒盘旋在身周，只能以精神力勉强抵挡。不好，内气不纯，灵毒反噬，这样下去，破境要失败。满境，精神炼化进度75%，内气纯度低于96%，危险指数50。老师，先暂时停止吧，再这样下去，你会因为自身内气与精神力相互反噬，爆体而亡。唐明，若为师此次放弃，恐怕就再无破境之机了吧？老师，生有何哀，死有何苦？老夫50年前叱咤一星战场，大杀8方，何曾为过一个死字？大战之后，老夫身体残破，再无回天之力，畏缩于地心总部了此残生。面对一星之战况，地心之危局，却无能为力。老夫恨啊！现在既然有了破境的希望，你觉得老夫会是贪生怕死之辈吗？老师，满境，精神炼化进度70%，内气纯度低于93%，危险指数55。正所谓不成功，便成仁。如果不能死于战场，就让老夫死于这破境之路上，又何妨？虽然我可以用神识强行切断老师的灵识，中断破境进程，但也正如老师所说，如果他此次无法突破的话，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进入9品之上的境界了。既然老师死之已决，那弟子也尽力相助吧。厉盟主，此时能成为您的弟子，是我唐明的荣幸。精神领域，刮骨疗毒。唐明的精神力凝聚化成几缕实质一般的钢针，精准地锁定灵毒。满境，精神炼化进度75%，内气纯度低于92%，危险指数59。我神识小成，精神力堪比绝世间，但内气修为只有4品，体魄强度刚达6品初期。满境，精神炼化进度80%，内气纯度低于95%，危险指数54。以神化针强行剔除9品巅峰所蕴含之灵毒，成功率仅有不到5成。满境，精神炼化进度85%，内气纯度低于97%，危险指数45。老师，一定要撑住！满境，精神炼化进度90%，内气纯度99%，危险指数30。
满境，精神炼化进度95%，内气纯度100%，危险指数19。太好了，灵毒完全剔除，接下来就只能靠老师自己了。满境，精神炼化进度97%，内气纯度100%，危险指数15。满境，精神炼化进度100%，内气纯度100%，危险指数0。厉盟主身上原本强烈无比的金色光芒，突然全部内敛，收缩于他的皮肤之上，就像烧红的烙铁，却没有丝毫光芒外溢。周围景物的颜色也随之暗淡，似乎连周围的光线也一同被吸入了他的体内。成了！这就是九品之上的境界。为何我体内气海化为无形，就如从未修行过的普通人一般？盟主呼出一口浊气，身上的金黄退散，肤色慢慢恢复正常，躯干挺拔，血肉充实。然而举手投足之间，随着厉盟主抬手，无形巨力轰然出现，灵境空间内当场被打出一道不见尽头，一直延伸到悬崖底部的沟壑。恭喜老师，成功晋级绝世境。四弟别冲动，先注射神能血清。老二，裂土囚龙，我来挡住他。9字真言，斗字4重。泥土从地面开始成型，但太慢了。斗字加持下，修为瞬间达到9品巅峰的一掌拍出。刚成型一半的裂土囚龙被轰碎，出手的4长老滚出数十米，撞入山坳之中，不知死活。这也太猛了吧！瞬间击杀和重伤2名8品后期，我这暴脾气还没服过谁，就服他了。冷静，不能再大意了。刚才就是因为我们人多势众，认为对方不敢轻举妄动，才吃了大亏。老二、老三，注射神能血清。是。直到此时，飞升教的长老才终于明白，他们面对的可是一位真正的9品巅峰。当即许出神能血清，但还没等他们完成注射，唐明已经到了。还来？真当我不会防着你吗？透风流星锤！袖间10道带着红黑内气的铁链接连涌出，每个链子末端都带着一个长满黑刺流星锤。但他的对手是唐明，身形闪烁间直接从铁链的间隙中穿过，激流震荡。唐明的拳头没有如同预料中的那样打爆这位飞升教大长老的脑袋，而是与一根黑色权杖相抵，顶端镶嵌着一颗黝黑的石头，扛住了唐明这足以碾碎全场的一击。这是黑石权杖。不得不说，你很聪明，也很有经验。一开始就利用压倒性的实力差距，打了个时间差，以最快的速度削弱了我们的整体力量。但即使这样又如何呀？现在我们有3个9品巅峰，一柄可以直接破坏内气的法宝，你没有可乘之机了。一星主人让我们抓捕你，可从来没说是要完整的。你杀我5弟，重伤老4，等着被我们千刀万剐、抽筋剥皮吧！你们身为人类，却宁愿充当一星杂种的走狗，屠戮自己的同胞，人人得以诛之。他们通过药物将修为瞬间提升到了9品巅峰，体内内气的运转方式也跟上一次的逢龙很像，不过这次能量波动更稳定，
说明异星那边的实验更完善了。他们手上权杖镶嵌的，应该就是异星的黑曜石。刺到临头还嘴硬，透风流星锤！不许侮辱异星主人的尊名，硬土穿刺！飞升教2位长老同时出手，但唐明却是一反常态，根本不着急接招，停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2人杀到自己面前。灵巧的流星锤带着劲风袭向心脏，泥土凝成锐利刀锋的手刀攻向腰部脊椎。合击之法，必死之举。9字真言，临！2位长老志在必得的合击，在唐明的一言之下陡然顿住。认出这一幕的飞升教大长老脸色凝重。精神秘法，这家伙身上的奇怪功法还真是层出不穷啊！难怪连异星主人都对他感兴趣。但精神秘法又如何？哪里逃？9品修为的状态下，林自觉也只能起到干扰，无法彻底束缚。2位长老转身又朝着唐明杀过去，3个人以极快的速度纠缠在一起。2个9品巅峰强者果然不容小觑。虽然我神识已达小成，但林自觉也只能让他们稍微停滞。不过这样也够了，只要继续拖下去。等等，不对，他们药效有限，修为提升后应倾尽全力击杀我才对，为何只有2人围攻我？3长老呢？不好，烈火长老！唐明回头，看到的是重伤状态下毫无防备的烈火道人，在他身后，巨锤依然高高举起。9字真言，冰自诀！速度暴涨10倍的唐明刚一转身，却遇上了另一位等候多时的飞升教长老。等你很久了，一起上，杀了他！黑色闪电涌现，笼罩四周。体内的内气运转破境之说。二哥，别跟他废话，废了他，为4弟5弟报仇。没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9品之上更有无穷之境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唐明抬脚一跺，地面碎裂，周边的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一般。3位飞升教长老，9品巅峰的强者，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被死死禁锢在原地。大哥，怎么回事？不是，这家伙搞的鬼！你破境了？不对，不是你，是他！飞升教大长老满脸青筋暴起，用尽全力扭动脖子看向后方，勉强看到了一个飘飞在半空的人影。来者正是刚破境成功的厉盟主。修士联盟厉盟主。老师恢复的时间跟我预估的差不多。飞升邪教，地形叛徒，人人得以诛之。闻见者，杀无赦。这就是破境的力量。难道人类真的还有希望？厉盟主轻轻一招手，无量灵气汇成的光柱将飞升教众人笼罩。无论是普通修士还是9品巅峰，在这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面前，都毫无抵抗之力，缓缓消散在光芒之中，尸骨无存。多谢高人相救，否则我烈火某人今天就命丧于此了。老夫也代表修士联盟多谢了。不必客气，其实烈火道人从一开始只身前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吧。
在下不才，也只是帮忙多挡了一会儿而已。果然是高人呐，一下就洞察了我的心思。这些天飞升教一直在外叫嚣，倘若联盟每次都不应战，他们肯定会起疑心。从今天他们派出5名长老来看，如果我不出现的话，他们应该就知道总部了。厉盟主闭关破境的关键时期绝对存在吗？有，而且不止一种。这些生物以火焰和热能为食物，性格大多比较暴躁，希望大家在历练过程中尽量不要招惹他们。现在给大家发放战斗服，穿好之后，大家点击一下手臂上的这个绿色光点，战斗服就会根据大家的体型收紧到合适水平。现在大家可以去更衣室试穿了，后面会有领队唐明来为大家讲解战斗服的功能。哟，这衣服不错嘛，不影响行动，而且轻便灵活，好像对各方面能力都有加成呢。小杨，身材不错嘛，还真是人小鬼大。哪有，晶晶姐的身材比我好多了。这战斗服真不错呀，好漂亮，好漂亮。这是什么东西？猫耳朵装饰品吗？这是通讯定位装置，里面集成了定位和通讯系统，并能实时监控大家的各项生理指标，比如体温、血压等。因为我们要去的是火龙岛，体温指标尤为重要。老大，你又偷窥我们！社长，你真是的。是你误触碰启动了广播模式，好不好？现在你说的话，所有人都能听到。这个衣服好紧，我们一定要穿这个吗？感觉好羞耻。我们即将前往的是抵抗异星人的战场，而不是游乐园，更不是风景旅游景点。战斗服具有通讯、定位、调温、紧急氧气供给、调整重力水平等多项功能，是联盟军人维护生命、持续作战的必需品。另外，哈尔虫洞通往的火行星存在大量的岩浆池，星球平均气温45度，某些高热区域的温度高达80摄氏度以上。如果我们不穿战斗服，很快就会被热死、烤死。战斗服还有调色和伪装能力，可以根据环境和目标调整迷彩，欺骗或者降低地外生物的敌意。难道你们愿意因为不舒服、不好看这些幼稚的理由，将自己和同伴暴露在危险之中吗？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就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大学生，而是千万保卫地星的联盟军人中的一员。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全自己和同伴的生命，出色的完成任务，明白吗？明白。大点声，我听不见。明白。不得不说，厉盟主真是收了个好弟子啊！作为一个初次当领队的新人，这样的战前讲话，连我都有点热血沸腾了。空话大话谁不会说？等上了战场，见真章。接下来，众人通过 VR 灵境系统进行战前模拟，提前熟悉3-0451号异星战场的环境，并初步学习了搜寻灵石矿脉的方法和技巧。3天后，18名新秀乘载小型运输舰向哈尔市出发。运输舰穿过巨大法阵结成的屏障，抵达哈尔虫洞3-0451前线堡垒。这就是封锁虫洞的前线堡垒。好大！没错，虫洞堡垒周围是军事禁区，有专门的法阵结界，普通人是看不到的。运输舰进入巨大的堡垒内部，有修士联盟的护卫舰一左一右，半飞两侧。各位小道友，你们好，我是火龙门第5长老，全名毕方，你们可以叫我老毕。没错，我的名字取自《山海经》里那只火焰神鸟，是老烈让我来这边接你们的。接下来，我将带领各位穿越虫洞，记住，虫洞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同学们注意系好安全带哦。毕方的笑声刚落，进入虫洞内部的3艘舰船似乎被硬生生拉长了一截，化作奇异的面条状。运输舰内，修士们承受着绝大的撕裂感，脸色痛苦，
也不知道飞船在虫洞内部穿梭了多久，几乎已经遗忘了时间的流逝。欢迎诸位来到异星战场。流光幻影间，飞船稳稳降落在巨大的浮空平台上。火龙岛防御基地到了，唐明跟霍三山率先走出来，只是还没走2步，晕死我了！老霍呀老霍，你这晕车晕船体质，这一世也没啥改善呢。欢迎来到火龙岛防御基地。怎么样，各位小道友？第一次穿越虫洞，有些不良反应是正常的，所以不用担心。突然，防御基地内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警报声，隐约可见远方的北部荒原上传来一连串闷雷般的爆炸声，火光冲天，汹涌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空。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快看那边！大家放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敌袭。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帮异星狗崽子整天在北边捣乱，小打小闹的，来捋道爷的胡须，真是不知死活。这小打小闹是火龙门的绝技引爆术，利用内气压缩并引爆空气，产生巨大的爆破声和汹涌的火焰，能够在一瞬间震晕烧死对手。可是刚才研爆术的威力似乎已经超越了9品之上。这里充满火属性灵气的特殊环境，是火龙门修士的主场，他们的火系道法和武技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增益。而且刚才的那一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有3到4位6品、7品的修士施展的联合技。联合技？哈哈哈哈！不愧是厉盟主的学生，果然好眼力。联合技需要修士与修士之间达到高度的默契，每个人的功法、内气和精神层面的灵识都需要完美匹配，多人一体才能施展出最强力的多人联合技。其中人数越多，联合技的威力越大。正如刚才王晶晶同学所说，3名6品修士的联合技绝不亚于9品巅峰强者的全力一击。这也是我们火龙门虽然没有9品巅峰强者，却成为地星一大门派，成功镇守于此的原因之一。当然，联合技要求极高，并不是随随便便凑几个人就能完成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每1000个修士至多只有2个到3个有机会能完成联合技，而且只是有机会而已。地方道长话音刚落，远处再次发生了激烈的爆炸，而且规模比上一次还要大。一朵小型的蘑菇云在爆炸的地方冉冉升起。这就是我们火龙门镇守异星的资本。这也太疯狂了吧！这就是战场，在战场上对敌人留情，就是对自己人最大的罪恶。走吧，带你们参观基地，先休息一下。哇，好大，比地星的前线堡垒还要宏伟。这里的地表温度果然很高，即使穿上了战斗服，还能感觉到体内的燥热。这是火龙岛战役纪念碑，我们火龙门陨落了许多前辈，付出了极大代价，才正面击败了异星人的帝国主力军，取得了这里的控制权。罗刹军团是异星人的主力，成件质化的超能装备，在战场上实力超绝，可想而知，为了战胜他们，先辈们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快看那边，是前线的队员回来了！就在这时，正在前线抗击异星人的修士们陆续返回了防御基地，几乎是人人带伤染血，看上去状态堪忧。 3支异星小队，总共100余人偷袭我们北边防御工事，基地17名高品修士联袂支援，击毁敌方运输机3架，缴获物资25吨。入侵的异星小队全军覆没，剩下的少数逃兵在没有给养情况下也活不了几天。干得好，漂亮！但我方死亡5人，重伤14人，其余轻伤35余人，正在转移到后方医疗中心。知道了，联盟一定会做好后续相关抚恤工作。第2天，经过简短的准备后，众人分道扬镳，开始了各自的异星历练任务。
好了，我的目标便是基地以南200多公里外的赤焰山谷。前世火龙岛的外围探索小队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一条巨大的黑曜石矿脉。从基地出发，唐明一路向南，越过满是熔浆的险峻地形，期间经过了2道哨卡，遇到了不少以5人为一组的巡逻小队。之后继续向南边的无人区继续深入，一直抵达了南部的沙漠地带。途中唐明察觉到了前方沙地的异常，停下了脚步。而在他停下的瞬间，地面剧烈震动着，沙尘轰然炸开，露出一道庞大的身影。那是一条通体黑红，在额头位置有2个鲜红花瓣状花纹的巨大蟒蛇。梧桐双花岩蛇，喜欢藏于沙砾之中，没有眼睛，却能依靠蛇信子精确定位和辨别猎物。根据年限的不同，相当于人类修士3品至5品修为不等。从这条蛇的体型看，应该存活了上百年，算得上5品巅峰了。没能咬中猎物，无谋蛇嘶吼着再次向唐明发动攻击，却又被唐明轻松躲开。只可惜，如此凶猛的梧桐双花岩蛇，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玄霜指。内气凝聚宛如实质，点在无谋蛇7寸位置，冰霜凝结。怕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唐明来到无谋蛇嘴巴处，外放内气，将牙齿处的毒素逼出，用一个玉瓶接住。梧桐双花岩蛇虽无致命剧毒，但它的毒素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短时间内无法动弹，倒是另有妙用。接下来要赶紧赶路了。1个小时后，火龙岛1520号巡逻小队队长罗志祥，汉北大学入伍新兵唐明。荒原上，唐明偶遇一组巡逻小队，双方通报姓名后，为首的巡逻小队队长罗志祥却是一脸惊讶。唐明，你就是那个最近获得10校大比，成为令盟主关门弟子的唐明？消息都传到异姓这边了吗？听说你们校比18新秀到我们这边来历练，没想到还真让我们碰上了。不过我劝你别再往这边深入了，这个区域磁力干扰很强，经常缺失信号，无法通讯，无法定位。而且前面的无人区非常危险，有很多不明异星生物，曾经造成过2支巡逻小队的阵亡。不好意思，我接了联盟的委托，要完成一个特殊任务，想不去都不行。多谢你的好意了。哦，原来如此。那唐明兄弟请吧。不过那片区域真的很危险，你可一定要多加小心。谢了。随着罗志祥指引的方向走去，唐明察觉到异常的其他人刚准备叫喊警戒，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巴哈哈，你没事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些矮人奴隶在刚才矮人老者被殴打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帮忙，看起来毫不团结，其实不然，这应该是他们内部共同约定的与上等异星战士相处的规则。不管任何人发生任何事，都不能贸然出手相救，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护族群。现在面对未知的威胁，他们知道之前的规则已经不管用，所以立刻团结一致，准备拼死一战。克制、隐忍、团结、勇敢，是个了不起的种族。我知道你们不是真正的萨尔迪蒙人，我不会伤害你们。你们走吧，可以乘坐他们的飞船离开，回属于你们的家。请问你是在找这个吗？唐明正在劝说矮人们离开，忽然看见一个矮人女孩双手捧着一块鸡蛋大小的黑色石头，赫然是黑曜石的原石。虽然表面粗糙，但确实是黑曜石的原石。10年前，萨尔迪蒙人毁灭了我们吉利星人的家园，将我们沦为奴隶。1个月前，他们把我们秘密运送到这里，寻找黑色的石头。我找到了这个，
但我觉得把它交给萨尔迪蒙人，会让我们的族人承受更多苦难，所以一直藏起来，没有交出去。埃及莉莉殿下，地球人不可轻信，地星人与萨尔迪蒙人有过私密接触。巴哈哈长老，萨尔迪蒙人与地星人的战争，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战争中叛徒的出现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我相信眼前这个地星人不是，而且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等到的唯一机会，不是吗？吉利星人，被异星人奴役的众多种族之一，因为没有任何战斗力而沦为了最低等的贱民，常常被派往最险恶的环境当苦力。因为从没出现过在战斗前线，所以上一世我并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现在看来，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脑电波进行交流，有点类似我们人类修饰精神层面的传音之法。尊敬的地星人，感谢您救了我们。刚才巴哈哈叔叔是担心您是与萨尔迪蒙人有勾结的地星叛徒，埃及莉莉反驳了他。为了感谢您的恩情，我愿意带您去发现这块矿石的地方。他们交流的内容都告诉我，是为了获得我的信任，然后刻意提到地星叛逃，是想做最后的确认。这个埃及莉莉心思缜密，不简单，天生就可以通过脑电波交流的种族，想来智商不会低。你愿意带我去，应该不只是为了感谢我这么简单吧？是的，我们恳求恩人，您能再次屈尊，为我们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微不足道的事，我信你个鬼！不过态度摆得很端正，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毫不掩饰自己的需求，是因为知道掩饰也没有什么用。虽然我自己也能找到黑曜石矿脉，但有他的帮助，会节省不少时间。吉利星人虽然实力不强，但天生的脑电波交流能力是他们的一大优点。如果能发展成盟友，借助他们被奴役的众多同胞，也许能构建一个打入异星人内部的情报网。不，盟友的事情必须谨慎，先观察观察再说。说说吧，你们的请求。我们希望恩人您能帮我们找一个人，一个名为艾米卡卡特的吉利星人。好的，我记住了，我会帮你们留意，但不保证一定能找到。恩人，请跟我来。埃及莉莉殿下，这么轻易就……巴哈哈叔叔，在恩人面前交流，请用声波传达。是。不管真假，戏倒是做得挺足。唐明跟随着埃及莉莉，一路深入到矿洞内部，沿途石壁上的裂缝吸引着唐明的目光。从石壁的外观上看不出什么异样，但隐隐感觉体内的内气已经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影响。邪空掌，唐明一掌击在石壁上，尽力冲击之下，碎石飞溅，裸露出隐藏在岩层内部的黑色石块。黑曜石含量如此惊人，太好了！然而就在黑曜石现身的瞬间，一个红色影子从石壁缝隙中飞出，直扑唐明。小心！唐明还未做反应，艾姬莉莉抢先一步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唐明面前。把我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看来那个叫艾米卡卡特的吉利星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我还没轮到需要别人给我挡刀的时候。唐明反手将艾姬莉莉搂过，一指挥出，袭来的影子被当场切成两段。这时唐明才发现，这是一只接近2米多长的火蜥蜴，溅出的血液流在地面上，剧烈的腐蚀性在顷刻间将岩石融化。地外生物火蜥蜴，明明只是相当于3品修士的实力，为何血液内蕴含如此恐怖的能量？而且火蜥蜴喜欢深居地底，生性孤僻，从未如此狂暴啊！有什么东西引诱它们产生异变？恩人，小心上面！唐明正思忖间，岩壁的缝隙处又爬出不少火蜥蜴，
密密麻麻的红色眼瞳几乎将他们包围起来。你们退后，这里交给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只是几只蜥蜴而已。唐明面对众多火蜥蜴，手掌张开，每道手指上都凝结了宛如实质的冰寒内气。玄霜指，时影随心。片刻后，矿洞内数量众多的火蜥蜴尸体堆积在一起，鲜血横流，将地面融化得坑坑洼洼。一口气解决了这么多火蜥蜴，连唐明都感觉有些疲惫。之前九字真言斗字诀已经使用过一次了，3天内无法再使用。还好在学校修炼的玄霜指对这里的地外生物有明显的克制效果，不然这么多火蜥蜴一时半会儿还真杀不完，不知道要耽误到什么时候。多谢恩人再次救了埃及莉莉。为何地星人和我们吉利星人身体构造差不多，却有如此强横的战斗力？因为你们哈吉星人没有像我们华国修道10年如一日的老祖宗。好了，你们已经帮我找到矿石，可以先出去了。这些缝隙后面有古怪，说不定还藏着其他危险。我进去看看。这里有对我们非常重要的黑曜石矿脉，一定要把周围的情况都摸清楚，确保万无一失。是，恩人。缝隙内漆黑无比，没有任何照明光源。唐明精神力凝聚，神识外放，在黑暗环境下毫无阻碍地前行。没有再遇到火蜥蜴的攻击，看来刚才的袭击已经倾巢而出了。目前我已经走了将近100米，这缝隙到底通向何方？深入了许久，唐明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点白色亮光。前面是出口。而等他来到了出口处，一幅奇异的画面出现在他面前。这是一个圆形的规整洞穴，漆黑的穹顶上裸露着密布的黑曜石，散发出庞大的能量气流，缓缓旋转。而洞穴的底部是一片火焰翻腾的岩浆湖泊。这里地处赤焰山谷地脉深处，火属性灵气充沛，又被这里的黑曜石矿脉封锁而不得出，经年累月便逐渐形成了这巨大的能量实体。那些火蜥应该是受了它的影响才发生了异变。这里的环境简直是我第一次修炼微子淬炼功法所用医疗舱的翻版。巨大能量体相当于灵石，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黑曜石壁相当于近灵石，抑制灵气的运转波动，便于吸收。而我现在所修炼微子淬炼法的润物调和篇，同样具备医疗舱的自愈作用。可以说这里的修炼环境比那时的医疗舱要好上千倍万倍。这种洞天福地可不能错过呀。惊叹于自然环境的鬼斧神工，唐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当即盘坐下来，神识外放，将巨大能量体中的灵气一缕一缕引导入自己体内。这一坐就是1天1夜。只是1天，我的修为便从5品初期提升到了6品中期。天地灵气自然凝练而成的能量实体，果然不同凡响。不过更可喜的是，借助这精纯火属性能量，我竟然能施展上一世所学的荒阶绝技夜火红莲。破境之前，世人只知功法5技分为天、地、玄、黄4阶，而实际上，天阶功法对于破境强者只是起始，而远不是顶峰。前世，修道理论学家在破境理论的基础上，针对9品之上的境界，对功法5技进行了延展和演变，重新划分为宇、宙、洪、荒、天、地、玄、黄8阶，其中天阶之下为5技，洪荒2阶为绝技，宙阶为天技，宇阶为圣技。而我现在所掌握的荒阶绝技夜火红莲，
由天地自然最纯净的火属性灵气凝练而成，能焚化一切心存不良之人，即使面对破境强者，也有一战之力。没想到这次寻找黑曜石矿脉，竟有如此收获，真是天助我也。不过此地不宜久留，火属性灵气虽好，但吸入过多，五行无法调和，会给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现在地星能破境的强者并不多，这个量应该足够了。在此之前，没必要大规模开采，反而会引来异星人的注意。将自己的修炼告一段落，唐明离开了这片奇异的空间，走出矿洞。而刚一出来，他就看到哈吉星人正在艾吉莉莉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正在拆解舰船上的设备和武器。这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极其珍贵的物资。大家把拆解的材料有序送到相应的洞穴里。这些哈吉星人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而且直接通过脑电波沟通，协作能力非常强。恩人，您出来了。你们这是准备在这里常住下去？我们的哈吉星已经沦为萨尔迪蒙人的殖民地，回去也是自投罗网，所以我们准备以此作为据点，先想办法存活下去。对了，萨尔迪蒙人舰船上都会有定位装置，你们处理了吗？我们把定位装置拆解下来，用舰船内的个人逃生器送出了这个类火山行星。燃料耗尽后，它会在外太空一直漂浮下去。哈吉星人智商很高，但在异星人眼中，这些贱民却连猪狗畜生都不如，只配做最低贱的体力活。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至少也能给萨尔迪蒙制造一些麻烦。我们的基地有适合在这个行星播种的粮食谷物，到时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太谢谢您了，地星恩人。虽说吉利星人没有参与异星帝国对地星的直接战争，但曾经作为异星人的一份子，如果直接把他们带回基地，恐怕很多人从感情上就无法接受，而且我对他们也还不能完全放心，暂时让他们留在这里是最好的选择。还有恩人，您这是要干什么？巴哈哈叔叔，不用紧张，如果恩人要杀我们早就死了。是。没有理会两人的反应，唐明催动神识，精神力玄光注入艾吉莉莉体内。这是人体淬炼以及灵气吸纳的一些基本方法，你们如果愿意也可以修炼，可以提高一些自保能力。这些知识相当于地星高中的通识课程，即使完全掌握，也只能达到2品修为，不会对地星造成威胁。太感谢您了。据艾吉莉莉所知，亲吻是地星人表达谢意最传统的方法。恩人，艾吉莉莉代表这里的所有哈吉星人感谢您。不是，妹子，你是从哪里学来这么奇奇怪怪的知识？地星恩人，我巴哈哈也。在艾吉莉莉的示意下，巴哈哈张开双手，一副很热情的模样，朝唐明走过来，吓得唐明连忙一个遁法逃离。你们先在这里好好生活，过些时日我会主动联系你们。看着唐明消失的方向，在确认这位地星人已经离开后，巴哈哈露出笑容，完全不复先前那副憨厚的模样。艾吉莉莉殿下，老臣的表演怎么样？你配合得很好。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取得了地星恩人的信任，不过你记住，这次的虚伪是为了初次破冰而不得已为之。我们吉利星人非常弱小，若想重新自立，必须与地星人建立稳固的盟友关系。所以以后和地星的交流，必须做到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崇敬。是，艾吉莉莉殿下。演戏嘛，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我也在演戏？刚才给艾吉莉莉传达修炼之法时，我特意融入了一道神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就能接收到他脑电波交流的信息。不过现在看来，吉利星人和我们地星结盟的决心是真的。最后确认吉利星人的目的后，唐明远遁，回到先前困住罗志祥等人的山洞，却只看到了5具腐烂的尸体。服毒自杀，看来是我大意了。
梧桐双化社的毒素虽然麻痹了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无法逃脱，但过了1天1夜，动一下嘴和舌头还是可以的。只是没想到，简单的配合任务也会在嘴里备有毒药。罗家人行事竟如此谨慎狠辣，比慕容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排名11的世家看起来不显眼，却可能是最狠毒的那只蜘蛛。与此同时，在火龙岛基地某处，长老，执行掩护任务的罗志祥巡逻小队已经失联1天1夜了，会不会是异星人？不，异星人最近的计划还需要我们罗家的配合，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因小失大。最近基地有什么新情况吗？联盟来了一批瓜娃子，说是历练任务。历练任务？他们都往哪个方向去了？根据我们安插在基地的探子，他们分为2队，分别去了东西2区，还有一个叫汤明的往南边。南边难道就是那个叫汤明的？不管是不是，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不能大意。那我们要不要？不，他是厉盟主的关门弟子，现在杀他反而会打草惊蛇。巡逻小队即便被抓，为了族内的家人也会服毒自杀。小型枯骨散能将人的所有特征都销毁，他不会有任何证据。而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异星人将要执行的斩首计划，倘若成功，我们罗家将重回地星修世界的中心位置。到时别说唐明，就算联盟也要敬我们3分。吩咐下面的人随时留意唐明动向，他在明，我们在暗，要杀他，何必我们亲自动手？长老英明。几日后，唐明回到火龙岛防御基地，夜景行小队也恰巧在这个时间回来。见到唐明现身，立即有世家子弟阴阳怪气的迎上去。哟，唐明同学回来了，怎么样，找到宝贝了吗？无可奉告。哎呦，无可奉告就是没有呗。我们小队可是刚出去2天，就找到了一条纯度达到5品的灵石矿脉，初步勘验，含量达到200多吨。宫野兄，别这么说，唐明同学一个人出去历练，能够安然回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唐明，你也有不行的时候。唐明，你回来了正好，霍三山他们出事了。战斗服的通讯距离只有300公里，所以我专门为每个小队配备了1名修士联络员，他能够通过法宝型装备千里灵犀，在1000公里范围内进行不间断的通讯和定位。然而10分钟前，千里灵犀的信号消失了。这么说，他们可能受到了未知的袭击，情况非常危险。毕方长老，麻烦你把他们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发给我，我立即赶去支援。我也去。好，我再派2名6品修士和1名联络员跟着你们，及时进行3方联系。在第2小队失联前3小时，绵延荒芜的红岩山脉，霍三山等一行人艰难地前进着。已经找了2天多了，竟然一点矿脉的信号都没有。就是，真是太不爽了！我们简直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快看，探测器好像有动静了，右前方50米，地下10米左右有信号。不过，真的，我们先过去。终于有动静了，我也去。萧晴姐，有什么问题吗？信号好像在动。看到萧晴满脸迷惑的样子，负责带队的火荣、陈林2人默默地相视一笑，并没有过多解释。阿友、老程，快来帮忙！听到霍三山的呼唤，有钱银、程大龙正想过去，却看到霍三山所锤的那一块轰的一声塌方了。紧接着，这批新人还挺有干劲儿。火兄，离天黑时间也不多了，
要不我们再多当一会儿保姆？唉，姑且如此吧。有信号啦，矿脉就在前方。真的吗，小莹？你可别谎报军情啊！我这边也有，我也是。老陈，好像有点不对劲。我们在这片区域快走了1个小时，一路上连一个地外生物都没碰到，这在无人区是很反常的事情。找到了，就是这里。信号反应激烈，这里应该是一片很丰富的矿脉。不对，小心！就在这时，火荣忽然察觉到了什么，大声呼喊示警，但还没等其余人反应过来，远处陡然袭来一道电光。烈焰，火之盾！反应最快的火荣挡在所有人面前，伸手张开了一片红色的火焰护盾，挡下这道袭击。但护盾也被炸得破裂，2股巨大的力量化为四散的余波，将众人震退先飞。大家小心，是异星人的磁力炮，他们装填能量快，需要时间，大家赶紧后撤。陈林，你没事吧？我没事，但千里灵犀被磁力炮震坏了，咱们跟基地失去联系了。用你的10厘明镜探测一下周围的情况，看看有多少敌人。前方山头磁力炮1门，异星生物30，是正规军，标准的异星作战小队。怎么可能？基地的西边怎么会有？后方也有一支同等战力的异星小队。我们被包围了。包围？奶奶的，跟他们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杀一个回本，杀一双有赚。没错，我方小莹天不怕地不怕，更不会怕异星人。没想到这俩家伙头脑简单，行事冲动，却在关键时刻稳住了军心。大家不要激动，即使牺牲，也要牺牲的有价值。把矿脉的消息带出去，左前方有个1线天的险要地形。陈林，你带着他们往那边撤退，我来断后。好，你抓紧时间跟上来。负责第2道防线，王晶晶、方小莹，你们2个负责左翼。老陈，右翼就交给你了。宋璐、萧晴，你们2个负责支援和治疗。老陈，把便携式防御法阵打开。是。陈林将一个八卦形状的设备放在前方空地，输入内气，随即有虚影构成的八卦阵在平地上凭空生成，散发着璀璨光辉。这是联盟统一制作的防御法阵，能有效抵御异星人的能量光束。不过法阵也不是无限量维持的，一旦法阵里面储存的灵气耗尽，防御法阵就会失效。陈林刚说完，几束能量光束就已经砸在了防御法阵上。萨尔迪蒙人追上来了。异星狗崽子，速速受死！赤炎十字斩！将前方几名异星战士掀翻，但还没等他乘胜追击，只见到一记电磁炮打在防御法阵上，撕出了蜘蛛网一般的裂缝。2门磁力炮在1线天入口处已经重新部署，锁定了防御法阵，接连不断的射击，但也有部分岩壁被震断，巨石坠落，竟然是埋住了部分的异星战士。自己人打自己人，有种再来2炮！话音刚落，随着2发炮弹精确命中，防御法阵竟是破裂了。他们阵法破了，冲！杀呀！拼命的时候到了，大家守住出口，一个不留！火焰狂舞！大部分异星战士被火荣以1人之力挡在了出口，露出来的几个被霍三山、有钱银、程大龙几人联手击杀。修士与异星战士杀火荣也会因此折损10年的寿命。废话少说，快带他们走！红岩大爆杀！
火荣双手结印，全身震出火焰气浪，犹如一个大火球一般砸向敌阵，大片异星战士被当场轰飞。通天火咒！烈焰不息，拼死一战的火荣又催动下一招，以身融入火柱，在异星战士阵型中疯狂肆虐，以一人之力硬生生挡住对方的攻势。卑微人类，裁决者面前岂容你造刺客？面对火荣的疯狂进攻，两名裁决者也无法坐视不管，冷笑着迎了上去。双方激烈交锋，一时间烟尘激荡，战场变得无比混乱。趁现在，大家快从侧面突围！怎么能让火前辈一人拼命？我老霍也去帮忙。战场之上，军令如山，你们想让火队白白牺牲吗？霍学长，陈队说的对，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快撤！大家一起冲！我老霍来给大家开路。24绞杀技，胡塞奔马！绝境之下，众人各自爆发出压箱底的杀招，直指一行人阵列。暴起的突进冲得对方阵型溃散，但就在这时，远处的电磁炮已经瞄准了这边。地阶武技，大荒造化掌，给我滚！势大力沉的一掌打得整个山谷都在震动，电磁炮当场被摧毁，整个一线天都近乎崩塌。历阶武技，而且已经达到大成阶段。好家伙，这个小伙，假以时日，必能成为我们修士联盟的一员猛将。你们快撤，我来阻断异星人的追击。不要再浪费时间了。24绞杀技，庖丁解骨，白猿折桂，平沙叶落，大漠驼飞。霍三山毫不犹豫，再度冲入敌阵。24绞杀技使用到极致，同样是以一人之力独挡众敌。愣着干什么？快走！我老霍只是一介莽夫，运筹帷幄远不及唐老弟，也没有烈景行的领导才能。但我知道，绝不能白费火荣前辈的努力。只要你们冲出去，跟支援会合，就能杀回来，帮火荣前辈。就在众人咬牙正准备撤退之时，另一位裁决者现身了，身化迅影，直指霍三山。地阶武技，大荒造化掌！正面对决之下，全力以赴的霍三山仍旧不是对手，当场被打得吐血倒地，被众人接住。你们看，一个都别想走。他身上的战甲能够增幅力量，现在他的实力达到了人类的7品巅峰。如果是6品的话，我们还有一战之力。但现在，死！裁决者一掌张开，恐怖的能量洪流倾泻而下，准备将这些地星人一掌抹平。但在烟尘消散之后，并没有见到满地血腥残肢，而是挡在众人面前的唐明。大家都没事吧？唐明，唐老弟，你总算来了！前面，霍前辈还在前面，快去救他！朱前辈、赤前辈，你们去支援火荣前辈，这里交给我。好，你多加小心，撑到我们回来就行。说话间，又有2辆飞行摩托从一线天的山壁上飞过，正是祝离和赤炎。裁决者想要阻止，但唐明已经冲到他的面前。你在看哪里？你的对手是我。晶晶，你没事吧？唐明小心，对方实力堪比7品，便会不攻自破。